是谁？我在哪儿？林默，字锦之，江南寒门世子，太常寺赞礼兰，正九品。今天正月初4，祭天即位的日子，我一个21世纪的设局，在这个要命的关头魂穿了。主线任务已激活，任务目标存活至永乐元年正月初1，任务成功奖励10亿元人民币及时到账。10亿？开什么国际玩笑！我连今天都未必活得过去，谁有空想30多年后的事？等等，永乐是朱棣的年号，现在是洪武元年，朱元璋刚刚登基，从洪武到永乐，4大命案，见闻宣藩靖难之狱，这是什么地狱副本？这哪里是发财任务，这分明是催命符！10亿买我35年的命，性价比低到令人发指。为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高宗，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100余余年，今运一中。这阵仗比书上写的吓人多了。穿越者，我身边竟然还有一个穿越者。别看我，别理我，我什么都没听见。兄弟，你也是？哎，别装了，我看你刚才眼神都不对，以后多照亮呗。我叫王景。大哥，这里是南郊祭天坛，上面站着的是朱元璋，你当这是漫展现场认老乡吗？还多照应，我照应你个头啊！只要我敢应一声，下一秒钢刀就架在脖子上，我俩就是开国大典的第一份祭品。去他的10亿，老子只想活下去。李成，吾皇万岁，大明万年，国祚永昌。从今天起，我叫林默，字锦之，是大明朝太常寺的一名赞礼郎，一个普普通通、安分守身的9品小官。我唯一的信念就是活下去。哎，林兄，等等我！林兄，你跑什么？咱们好歹同衙门聊聊。刚才人多眼杂，现在总算能说说话了。离我远点。不是吧，兄弟，你还真入戏了？咱们可是老乡啊！你别怕，我懂。穿越者守则第1条，低调。你看我，刚才在上面一句话都没多说，你管那叫一句话都没多说。在祭天大礼上拉人都不照应，这叫低调。你对低调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哎，别走啊！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这可是洪武元年，遍地都是机会，到时候荣华富贵岂不美哉？王赞礼这是中邪了，我看是跪太久，脑子不清醒了，胡言乱语，怕不是得了失心疯。林兄，你别不信啊，我可是读过很多书的，我知道未来30年的大事件，只要站对队。喂，你跑那么快干嘛？等等我！这洪武朝最大的危险，不是朱元璋的屠刀，不是诡谲的朝堂，是身边这个移动的作死空气。不止我一个穿越者，洪武朝的水比我想的要深得多。我只想安安静静苟到永乐元年，可身边这些自作聪明的同类，一边狂奔一边点火把，不光烧死自己，还会把我也暴露在猎人面前。不行，必须离王景远远的，最好是让他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不，杀人是犯法的，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王景这种上蹿下跳的疯子，根本用不着我动手。在这应天署，在这皇城根下，有的是人会替天行道，比如亲军都尉府未来的锦衣卫。活着，还活着。这张脸很陌生，但从今天起就是我了。这就是我未来35年的标准表情。谦卑、低调，不与人争，这是我的第1条行为准则。林赞礼来得正好。钱大人，
昨日祭天大典流程繁杂，礼器祝文颇多。你今日无事，便去把库房里相关的文书都整理出来，归档造册，莫要出了纰漏。是，下官遵命。整理文书，归档造册。库房偏僻，人迹罕至，这可是个绝佳的摸鱼借口。与你同来的那个王赞礼今日告了病假，他手头的活儿你也一并接了吧。王赞礼病了？哼，谁知道呢？一个昨天还生龙活虎、扬言要封侯拜相的人，今天就病倒了，骗鬼呢！写下来，我写个鸡毛啊！怎么跟王景接多久，智商就下降了？红污狗命铁律第一条，永远不要让人知道你不是这个时代的人。第二条，永远不要显露任何与众中不同的地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要做那片森林里最不起眼的一棵歪脖子树。第三条，永远不要参与任何战队，墙头草也会被两边的风吹断。我要做墙角的一块石头，谁也注意不到，谁也踢不走。第四条，永远不要说我知道，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从今天起，我不知道，下官愚钝，全凭大人做主，就是我的口头权。你们知道吗？前朝之亡根源在于土地兼并。这家伙居然这么快就病愈了，罢了，不关我的事。第五条，永远只做分内之事，多一分都不做。洪武朝求求了，让我苟过这35年，等到了永乐元年，我拿到那10亿就回家。几位老大人，你们猜我早上为啥没来？王赞礼可是着了凉，吃坏了肚子。都不是，昨天四卿大人单独叫我过去了，我俩在后堂聊得投机，说了1个时辰的话。大人问我对天下大事有啥看法，我这人直肠子，我说前朝之所以亡，就是土地兼并闹的。大明要长久，必须搞摊丁入浦，还得开海禁，跟海外通商。摊丁入墓，开海禁，这可是洪武初年，这哪是坟头蹦迪，这纯粹是抱着野管往火药桶里跳。哎呀，我忽然想起几份注文没校对，王赞礼你慢聊，我先忙。一群老古董，活该一辈子在这抄书。林兄，忙着呢。啊，王赞礼啊，我在整理前朝的祭祀册子。林兄，我刚在外头说的话，你听见了吧？下官耳朵背，库房里嗡嗡响，没听清。没听清没事儿，我再跟你细说。林兄，咱们都是一个地方来的，就别装了。你知道我昨天为啥被四卿大人叫过去？下官不知。我在前天祭天的注文稿子里偷偷塞了张条子，上头就8个字：欲安天下，必先和田。大人一看惊为天人，这才连夜找我。在祭天注文里夹带私货，这罪名……林兄，这是多大的机会！四卿大人已经把我的条陈递上去了，要不了几天皇上肯定要见我，到时候封侯拜相不是梦。咱俩是老乡，我吃肉还能让你喝汤？你现在跟我混，帮我写后续的条陈纲要，我保你3年内穿上飞袍。王赞礼说的话我实在听不懂，我就是个9品赞礼郎，就会理理册子，看看库房，写条针那是中书省相公们的事。林兄，你胆子也太小了吧！这可是洪武朝，遍地都是功劳，你真打算在这破库房里擦一辈子灰？下官愚钝，钱大人吩咐了，月底前要把甲字库的册子做完，我得赶紧了。烂泥扶不上墙。林锦之，你这种榆木疙瘩，活该一辈子9品，你等着后悔吧。四卿大人赏识，条陈递上去了，都是屁话。太常四卿根本没胆子把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往上送，真正找王景问话的，绝不是他，绝对不能跟王景沾上半点关系。必须让所有人都相信，林景之这个人没啥存在感，就是个只晓得埋头干活的老实人。有劳了。
哟，今天这杂役手脚倒快。各位大人早，茶是下官顺手泡的，不知道合不合口味。林暂时有心了，去忙你的吧。是。那个新来的林锦之，倒是本分。大人说的是，三棍子打不出个屁，但活计交给他从不出错，是个老实人。太常寺就要这种人，不像那个王景，一天到晚上蹿下跳，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老实人、透明人、工具人，这层皮是最好的护身符。太常寺长祭祀礼乐，卿一人正3品，少卿2人正4品，四成2人正6品。你们仔细想想。前朝为什么灭亡？真的是气数已尽？错，大错特错！本质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了，能不造反吗？王大人，这等朝廷大众，非我等9品微臣可以妄议的，还是莫要再说了。怕什么？咱们做官的就该有为生民立命的觉悟。当今圣上虽然英明雄武，重法治吏，但这叫什么？这叫治标不治本。不从根子上改革税制，大明迟早也要重蹈覆辙。评价当今皇上的灾策治标不治本，还敢咒大明重蹈覆辙，就这2句话，够把他的9族在菜市口整整站齐齐满上2遍了。听不见，我什么都听不见。要我说，光造黄招查户口有什么用？必须抑制士绅特权，摊丁入户，甚至要鼓励商贸，开海禁，这才是强国富民的万世之基。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年轻人祸从口出啊！哼，陈老大人此言差矣。自古忠言逆耳利于行，朝廷若想长治久安，就缺我这种敢愿于直言进谏的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陈大人这把年纪了，锐气尽失，自然不懂我们这些读书人的抱负。好一个忠言逆耳！哎，你们跑什么？我这摊丁入厝的细节还没讲完。王大人，下官突然想起家中老母今日生辰，要回去尽孝，告辞。下官的肚子痛得厉害，要去茅厕。下官去给陈老大人烧水。庶子不足与谋，一群井底之蛙，活该一辈子当9品芝麻官。切，胆小如鼠。看见没？那个王赞礼今天又穿了一身新袍子。别管他，昨日中书省那边出了事，2个6品主事喝多了酒，妄议当今才圣上的北伐策，被检赏听见了。半夜亲军都尉府的人直接踹门进去拿的人。人呢？听说当场就打折了腿拖走的。皇上对这些嘴上没把门的文官最是厌恶，现在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乱说话，那就是老寿星吃砒霜。至于那个王赞礼，哼，以后你们少提他的名字，晦气。大人说的是，咱们衙门里就全当没这个人，就叫他那个傻子吧。名字没了，在这人命如草芥的地方，被夺走名字的人，就是死亡名单的人。林兄，王大人有何吩咐？吩咐不敢当。林兄，我昨夜熬了一宿，写了这封万言书，里面详细阐述了摊丁入洋和开海禁的具体步骤。只要皇上照做，大明国库3年内必将充盈10倍。敢说还不够，还敢落成白纸黑字写下来。我打算今天散衙后去通政史司，直接递上去。只要这封折子能送到御案之上，我保准能名留青史。林兄，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这折子上你想不想署个名？我这是提携你，错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王大人说笑了，下官愚钝。这等惊天伟地的文章，下官连看都听不懂，哪敢署名？甲字库还有半壁的灰没有扫，下官告退。朽木不可雕也，你就一辈子扫你的灰去吧。王景死定了，那封万言书一旦递上去，绝对连京城都出不去，就会落到亲军都尉府的案头。
诸位，打个赌如何？我赌1两银子，今日散衙前，我能让那个林锦之说出一句除了下官不知和全凭大人做主之外的闲话。我看悬，那小子就跟个迷宿的木偶一般。试试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林兄，忙着呢。今日发了上个月的折色凤，晚间翠云楼有新到的扬州瘦马，我做东，林兄一起去松快送送。多谢赵兄美意，只是下官自幼脾胃非寒，滴酒不掺，下官这微薄的俸禄还得攒着买米，去那种宵金摸，下官怕是连一杯茶钱都付不起，就不去扫诸位的兴了。人家饭都吃不上了，你还拉人家喝花酒，这天看你怎么往下聊。你们说，咱们那位钱司臣心也太黑了吧？上头拨下来的过年探瓮，他少说急溜了30%，就是整日里阴阳怪气的，活全丢给咱们干，功劳全是他自己领。这点低劣的手段也想钓鱼？老子现在就是一又聋又瞎只会干活的机器，你们就是把皇帝老人骂了，我手下的字都不会歪1分。3位大人，可是有事需要查阅前朝祭典的档案？下官今日有些耳鸣，刚才好像听到几位在外面说话，实在没听清，恕罪恕罪。无聊透顶的疯子！这下应该不会再有人来了吧？林赞礼啊，陈老大人有何吩咐？那王景今日又没来点卯，老朽听闻他今日是去通政使司递那劳啥子折子了。你与他乃是一起来的咱们衙门，你觉得他这折子能成事吗？老坑货，说能成是同流合污，说不能成是对朝政有盘算。这老头子是苟过了元末战乱的骨灰级玩家，一出手就是绝杀。回陈老大人，下官与王赞礼虽是同僚，但在入太常寺之前实在是不熟，他有何等惊天外地的才华，下官实不知晓。若是大人需要查哪一年的祭文，下官倒是能立刻给您找出来。罢了，你忙你的吧，好好整理那些册子，莫要出了差错。下官遵命，恭送老大人。过了这一关，我在这太常寺算是彻底安全了。那个林锦之不光是个闷葫芦，还是个没野心、没见识、没情趣的3无产品。谁再想从他嘴里套出一句有用的闲话，谁就是脑子有病。木头人，让让！没人注意我了，狗命大爷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林赞礼，坐。下官不敢，大人面前哪有下官的座？这是太庙新一批神牌的木料采办名单，原本是王景负责跟工部那边对接核算的，但那个废物这几天不知死活的到处乱窜，这差事不能再交给他了，交给你，可能办妥。下官一定逐字逐句核实，绝不让大人操心。去吧。涉及皇家宗庙，账目对不上就是杀头的罪过。他是看中我老师本身，不敢贪墨，出了事正好拿我当替罪羊。这不只是一份差事，是我在太常寺站稳脚跟的筹码。林兄忙着呢。林兄，你看看这个。王大人，您这是作甚？这等贵重之物，下官手脏，可不敢碰。你先别管脏不脏，你帮我看看这开篇破书写的如何。我昨夜冥思苦想，借了王安石青苗法的几分露露，你品品这句“天下之弊在于田不均”如何？王大人，下官不识字啊。你不识字？你堂堂一个凭精明行修、荐举入仕的赞礼郎，你跟我说你不识几个字儿，你骗鬼呢？下官真的不识几个字，当年在乡下就是死记硬背了几篇祭文，凑巧被县太爷听去了，这才举荐上来的，哪里懂得这等经世济民的大文章？烂泥扶不上墙！我本有心提携你，奈何你是个睁眼瞎，你就在这擦一辈子的铜鼎吧。这人身上已经有死人味儿了。洪武狗命铁律第6条，远离王景。穿越到大明朝，最大的危机不是皇帝的屠刀，是同行的作死。大人，您听说了吗？
那个王景今日又没来点抹，又去通政使司丢人现眼了。要是通政使司倒好了，通政使司的门房现在看到他，直接就乱棍打出去。他昨晚去找了他那个在户部当主事的远房表叔。户部？他去招惹户部的人作甚？皇上现在盯户部盯得眼睛都红了。听说他通过他那个表叔，把一份什么《论田赋改制术》直接递给了督察院的一位御史，想要御史明日早朝中代为上奏。跨部门结交6品主事，再勾搭督察院御史，在皇上对朋党2字敏感到极点的洪武元年，这一套连章是在逆鳞上反复横跳，还顺带拉了一朵大的。蠢货，他自己想死，别拉着咱们太常寺垫背。去，立刻把他在衙门里留下的所有文书草稿全烧了，片纸不留。告诉下面的人，谁敢提认识王景，老子先扒了他的皮。下官这就去办。主事大人，水烧开了，下官来给四卿大人添茶。进去吧，手脚麻利点。大人，请用茶。林锦之，下官在。你与那王景是一同入室的，你可知他这几日都在干些什么？回大人，下官不知。下官这几日都在甲字库核对前朝祭器名录，王大人嫌库房灰尘大，从不让下官近身。你是个本分人，回去干活吧。记住了，管好自己的嘴。下官明白。应天使的风向变了。太常寺赞礼郎王景昨夜亥时3刻密访户部主事李有德，逗留半个时辰。今晨卯时，李有德出门，于宣武门暗巷将一物交督察院御史赵明洲。交的什么东西？已买通赵府书童查实，是一份奏书，名曰《论田赋改制术》。笔迹确定为王景所写，奏书内容多有妄议朝政、非议皇上重册之词，更是提及前朝暴政。好一个太常寺的9品绿头巾，手伸得倒长。皇上正愁找不到由头查户部那帮人的底子，这蠢货倒是自己送上门来，还顺带牵出个御史。传令下去，今夜子时收网。太常寺王景、户部李有德、督察院赵明杰，连同3人府上家丁女眷幕僚，一个都不许放走，全部押入大牢，严刑拷问。我倒要看看这9品官背后藏着多少大鱼。遵命。大人，督察院那边漏出来的消息，赵明诚赵御史散衙回家的路上，被几个会议人请去喝茶了，一夜未归。查，给我仔仔细细的查。王景的坐席，他用过的笔墨，他摸过的文书，全都给我扔到后院烧了，一片纸都不许留。王景被套麻袋拖走，是天大的好消息。太常寺就算被牵连，我这个刚入职的9品下僚，最多也就是革职发配。比起掉脑袋、发配边疆当苦役，甚至回乡种田，都是求之不得的福报。死了好，死了清净，最好是食草，挂在户部衙门门口，杀鸡儆猴。不是我心狠，在这吃人的洪武元年，同情作死的人，就是对自己的命不负责任。几位同僚，好久不见啊！哼，我知道你们这几天在想什么。你们以为我下了大狱，以为我必死无疑，对不对？告诉你们，皇上是千古明君。那督察院的御史胆小如鼠，把我供了出来。可结果呢？皇上亲自朱批，罚了我3个月的俸禄，理由只有13个字：年轻无知，妄议朝政，念初犯，从轻。罚俸3月，妄议朝政这种杀头的死罪，牵扯了户部主事和督察院御史的大案，就一句年轻无知打发了。当今圣上什么时候脾气这么好了？听到没有，大人？皇上这叫爱财护财，他知道我的田税改制书写到他心坎里去了，罚我俸禄不过是做给外头那些冥顽不灵的腐荣看的。我王某人迟早是要入阁拜相的，你们现在若是还看不清形势，以后可别怪我不念同僚之谊。
罚俸3个月，老朱这一手太毒了。天下初定，皇上正愁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清理户部的关系网。王景这个蠢货，拿着论田赋改制书，自己跳进了网里。现在杀了他，案子就断了。王景是立在朝堂上的标靶，那些对田地张良、摊丁入场有意见的各路神仙，看到他安然无恙，必定会来接触他。只要他们敢动，案谈就会依次记录。等鱼儿聚得足够多，网一收，就是一场尸山血海。林兄，林兄，你在里面吗？你听见了吧？我没死，皇上在保我。你干什么？哎呀，王大人恕罪，下官眼拙，没瞧见大人过来，冲撞了大人，下官这就给大人拍干净。滚开！别碰我！真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粗胚，蠢货！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哎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此乃上天对我的考验。这人已经没救了。那13个字的朱批，把他最后一点智商和对皇权的敬畏都烧没了。他把钓鱼执政当成了对自己的赏识和保护。洪武狗命铁律第7条，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我的任务只有一个，排雷，确保我和这个将死之人没有任何物理、书面或者口授上的交集。赵兄，坐下，躲什么？你怕我连累你？王大人，您就行行好，放过下官吧。这风口浪尖的，您还是收敛些，少说2句吧。收敛？我为何要收敛？皇上留着我的命，是因为他知道我的策论能救大明。那些只会查黄里的蠢货懂什么？皇上迟早会用我的策论。摊丁入亩，此乃大势所趋。不出3个月，圣上必定召我入阁停队。赵兄，你这人就是胆小如鼠，不堪大用，机会摆在面前都抓不住，活该你在这清水衙门里熬一辈子。王大人既然是做大事的人，那下官就不高攀了。他不只是在吹嘘，他在散播摊丁入府这4个字。诱饵的本职工作就是散发气味，而太常寺周围的暗网已经在收紧了。握刀磨出来的剪子，盯梢的眼睛，太常寺已经被围死了。烦请通告一声，找贵衙门的王景、王赞礼。大鱼上钩了，户部的人按耐不住了，这张网很快就要收了。等收网的时候，溅起的雪花会染红大半个应天府的天空。修鞋匠的摊子已经收了，那辆卖糖葫芦的推车也不知去向。看来风雨就要来了。天下之大患，在于均田不均。均田？皇上正在全国大搞卫所制，屯田戍边，养兵100万，不费百姓1粒米，这是他这辈子最得意的制度。你上来就说均田不均，这不是踩皇上的肺管子，这是把皇上的肺管子抽出来当哨吹。故当大发宝钞，以通商贾，使天下钱粮流转如水。宝钞，钞票的钞写成抄家的抄，印钱通商这种超前的理论先不提，就这错别字的水平，也敢给开国皇帝上望言书？林兄，留步！王大人有何吩咐？你来听听我这实策。我昨夜与户部的李主事长谈，茅塞顿开。通政史司那帮酒囊饭袋不收我的节子，那是他们有眼无珠。我已经打点通了，户部的几位大人看了我之前的册例，惊为天人。我要亲自把这本实册送到户部，户部尚书会联合督察院的几位卫御史，将我的册例直接呈递御前。联名保奏，群臣共议。在洪武元年，这等同于结党营私。他不光给皇上递刀子，
连磨刀石都给皇上准备好了。王大人志向高远，下官实在是不懂这些，下官还要去甲字库清点祭器，先行告退。不能再等了，这地方没法待了。形势已有不对，我随时拿上包袱，从这座官署里消失，不留下任何指向自己的物证。王景明天就要引爆那颗名彭董的炸雷，这把巨斧悬在头顶，随时会落下来。要不要去举报？赶在明天早朝之前，写一封匿名信，扔进亲军都尉府的院墙，把王景连同那个户部主事一起点出来，说不定能举报有功，让我彻底摆脱嫌疑。不行，大明朝没有绝对的秘密，纸张产地、墨汁成色、用笔习惯，全都是定罪的铁证。亲军都尉府那帮活阎王能把写信的人从耗子洞里抠出来。退一万步，就算不留痕迹，深更半夜违反宵禁，跑去亲军都尉府周围晃悠，巡城运使能把我当场格杀。最好的办法就是装死，当做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睡觉。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太常寺的天是前4成，轮不到我一个9品暂委官来操心。11个月了，王景接触过的户部主事因账目核算不清，连降3级，发配西南燕帐之地。督察院那位御史因风无严事不实被罚去修城墙，皇上在敲打，户部那帮人吓破了胆，谁也不敢再搭理王景。各位同僚，我的奏章已经送到御前了。你做了什么？那帮户部的懦夫不敢递，我就自己递。我攒了大半年的银钱，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连饭都吃不上，买通了宫里出来采拜的一个小太监。那太监收了我的银子，替我走了通政司的明路。那份富国强兵实册，此刻必然已经摆在了皇上的御案之上。你们且看着吧，不出3日，圣上必定召我入宫奏对。大明朝的千秋基业就将由我王某人来奠定。到时候尔等若是求我提携，我还要看心情。买通内奸，越级上树，妄议朝政，你把天捅破了！操！狗命铁则，再磨一遍。王景的死期就在今日了。站姿挺拔，下盘稳如磐石，虎口的老茧是常年握制式腰刀磨出来的，是亲军都尉府的人。若过通政事司，买通内奸递折子，这是杀头的大罪。再自诩天选之人，也尝到恐惧的滋味了。诸位同僚，你们可知为何我那复杂强兵实册递上去3日，宫中却迟迟没有动静？那是因为我那实册字字珠玑，直指朝政弊端，绝非凡夫俗子看一眼就能悟透的。皇上这是在御书房内逐字逐句的研读，我估摸着就在明天，最迟明天午后，宫里必定会有内史前来宣旨，召我入阁停对。皇上日理万机，定是被北边的军务绊住了手脚。后天，必定是后天。我查过老黄历了，今日星象不佳，不宜面圣。下个吉日是12月24，一见贵人。皇上定是算准了日子，要在那个吉日召见我。我坐庄，我赌这疯子活不过腊月28。那折子既然递进了宫，皇上绝不会留着他过年。赵大人这话有理，不过我猜动作没那么快。年底各部清算账目，皇上忙得很，哪有空搭理一个9品芝麻官？我赌他能活到正月初5。你们当亲军都尉府那帮提价是吃干饭的？
这几天没动静，那是在查他这折子背后有没有人指使。老朽押1两银子，他活不到中西夜。林在理，你说那王大人的折子，下官不知。这连日的风平浪静，不是皇上在考虑建议，是屠刀落下前最后的蓄力。老猪不动则已，一动必定斩草除根。洪武狗命铁律第8条，如果身边有作死的人，不要提醒，收起所有多余的同情心，让他死得干干净净。皇历上说今日一见贵人，我这折子今日必定会有回音。王大人还不走吗？天都黑了。皇上勤政，常在夜里批阅作章，我再等等。清场了。诸位，我昨日傍晚散衙时，发现街头的闲杂人等全都不见了。你们可知为何？那是皇上派出的暗卫，他们在为我清道。皇上知道今日要召我入宫，怕有宵小之徒惊扰了我，特意提前布防。等皇上用了我的策论，这朝堂上的格局就得大变了。到时候尔等见了我，都得规规矩矩的叫一声王大人。这人不但疯了，还瞎了。把屠夫当成保镖，把杀气当作恩宠，这就是天选之人特有的死亡滤镜。这位将军可是奉了皇上的口谕来接王某入宫面圣的。奉圣谕，太堂司赞礼郎王景妄议国本，蛊惑人心，越职言事，包藏祸心，着即刻革去官职，下入诏狱严惩。不可能！皇上明明罚了我3个月俸了，皇上是在保我，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要见皇上，我要面圣！拿下！你们不能抓我，我是来救我大明的，我的策论能富国强兵。林默、林锦之，你快告诉他们，你也是跟我从一个地方来的，我们是一起的。奏章你也看过，你也知道那些事儿，你救救我呀，林默！别说话呀，你装什么呢？你大爷的，这是神！你说话呀，你装什么死？带走。幸亏这小子是个3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闷葫芦。刚才他要是冲出去辩解一句，或者只是惊慌失措的看一眼，那百户必定会顺水推舟把他也锁走。他一进诏狱，整个太常宴都得跟着陪葬。今日之事，谁也不许乱嚼舌根，都滚回去干活。洪武狗命帖子第9条，王景，洪武元年腊月25日下狱。记住，永远不要说我们。判了，判了！慌什么？天塌下来了不成？好好回话。大人，大案啊！亲军都尉府连夜屠审，那王景根本没扛住刑具，一进去就什么都招了。皇上彻底震怒，户部那个李主事，还有督察院的赵御史，全都被定成了逆党。抄家、流放，李主事家里那个刚满月的孙子都没能幸免，全家老小几十口人，今天一早就被押着出城了。那王景呢？斩立决！皇上发了话，念在过年的份上，京城里不见血，过了大年初5，立刻押赴午门外处斩，而且还要剥皮食草，传示各部衙门。可惜，上天给了超越这个时代数百年的见识，找个富庶的江南小镇，凭那些知识做点小买卖，安安稳稳当个富家翁过完一生，多好。这蠢货偏不，非要跑到皇上的眼皮子底下指点江山，自作死不可救。外面的消息，想必你们都已经听说了。王景妄议朝政，结党营私，年后处斩，这是他咎由自取。这几天我让你们烧掉所有的废旧文书，
就是为了防止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拿王景留下的骗纸之字来做文章。从今往后，谁再敢妄议朝政，王景就是榜样。下官谨遵大人教诲。咱们衙门里有些同僚做的就很好，虽然平时不爱说话，看起来木讷，但人家心里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才是做大明官的本分。老狐狸，你夸谁呢？谁心里明白了？我不明白，我什么都不明白。你当众夸我，这不是给我拉仇恨吗？别夸了，求求你闭嘴吧。行了，都散了吧。明日封印，去后院领了年货，各自回家过个安生年。安全，默写。洪武狗命铁律第10条：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从今天起，我连可惜都不会说。前几日那场大案的血腥味还没散尽，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寻欢作乐，就是把脑袋往秦军都尉府的刀口上撞。盐也是金贵东西，留着以后兑水喝，能补充体力。这顿饭是我用1整年的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换来的。在这个随时会掉脑袋的洪武朝，能安安稳稳吃上一口热乎的没米饭，就是莫大的福报。洪武元年结束了，离永乐元年正月初1还有整整34年。前面等着我的是胡惟庸案、郭桓案、蓝玉案，熬死了老朱，还有建文帝的削藩，最后还要在靖难之院的战火里保住这颗脑袋。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好歹最难熬的新手村第1年，我苟过来了。新年快乐，林锦之！恭喜你，又活过了1年。娘，你快来看，隔壁那个怪叔叔，他一个人坐在屋里，举着个破碗，在跟空气说话呢。完了，这是应天府，是皇上的眼皮子底下。太常寺暂理官林锦之除西野疑似设暗计，以水代酒，告慰亡魂。告慰谁？自然是判了斩立决的逆党王景。娘，你说他是不是中了邪了？我看大仙做法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划的。哎呦，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下来，莫要胡说八道！当官的老爷们的事儿，哪是你个小崽子能看明白的？赶紧回去睡觉。装死，必须把这事儿糊弄过去。这破碗怎么洗不干净，连个倒影都照不明白。奉天殿里烧着地龙，是3品以上大员的待遇。外面冷得失去知觉，但离那把龙椅足够远，距离产生安全感。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卿平身。户部左侍郎何在？微臣在。咱问你，去年的岁入皇册，为何到现在还有3府的账目对不上？那些粮食到底在国库里，还是在下面那些贪官的粮仓里？回皇上，此事因去年地方水旱频发，各府县上报的损耗不一，微臣本着宽心民力之意，让下面重新核算。况且这账目繁杂，非一日之功。在老朱面前玩文字少事，这不是找死吗？闭嘴！
朕问你收了多少石粮食，差了多少石粮食？你跟朕扯什么宽系民力，扯什么知乎者也？你们这些人读了几本破书，就整日里满嘴的仁义道德，遇到实事不是推诿就是扯皮，算个账都要给朕引经据典，实则肚子里全是一包草。前几日那个叫王景的蠢货也是这般，朕留着他一条狗命，就是要让你们看看，大明朝不需要这种只会耍嘴皮子的废物。朕告诉你们，朕要的是能做事的人，不是只会空谈的废物。谁干不了实事，谁就给朕滚回老家种地。占着茅坑不拉屎，朕见一个杀一个。皇上息怒。哎呦！大人恕罪，下官腿麻了。皇上要的是能做事的人，不是只会空谈的废物。我的洪武狗命铁律有个致命的漏洞。在这个皇帝是超级工作狂的洪武朝，想苟35年，不光要没有野心不站队，还得让自己成为一个好用趁手、绝对没有威胁的工具，一个不需要皇上操心就能把分内之事做到完美的齿轮。洪武狗命铁流第10条，能做事比不犯错更重要。从今天起，做事，做事，做事，把分内的每一件小事都做到无可挑剔。临赞礼。何事？田大人吩咐，年后正月初5要祭祀先农，祝文和名录需要提前核对2遍。这活繁琐得很，大人说你是个仔细人，就交给你了。有劳转告钱大人，下官必定逐字核对，绝不让名录上出半个错字。为了活命，我要把自己逼成大明朝最完美的做题家。隐身计划2.0，不犯错是底线，能做事是护身符，但不能做得太显眼，更不能居功，要把一切做得理所当然。这鬼天气，风一吹，冻得人骨头发疼。钱大人真是越来越过分了，上元节宫里发下来的赏钱，硬是被他以修缮礼器的名头扣了一半。无论别人说什么，点头微笑就够了，不接话就不留把柄，用不了多久，所有人都会认定我是个无趣的人。林兄，我今日路过户部，看到那个了。那场面太惨了，王景在午门外斩了，人皮草人就挂在户部衙门的照壁上。说到底，王景那折子写的虽然大逆不道，但他也只是赞礼郎，皇上下这么重的手，想想也挺冤的。林锦之，你到底听懂我说什么没有？你觉得王景死的冤不冤？下官愚钝，不懂这些。我不问你朝政，我就问你，王景好歹是咱们同僚，他落得这个下场，你心里就没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下官愚钝。你这人简直是朽木！无趣、呆板，没有独立思想，
这正是我需要的人设。经过这一次，赵赞礼这辈子都不会再来招摇我聊任何敏感话题了。太常寺不需要有想法的人，需要的是能干活的哑巴。林锦之这种守口如瓶的属下，用起来最放心。这是下个月春季所有的市劳布匹香烛采买单子，别人看这些容易出错，你拿去核对，3日内交给我，不能差1文钱。下官遵命，必不负大人所托。3两银子的亏空，某个主事捞得油水，不揭发也不擅自改评，让上头自己定夺。此处疑为笔触，下官不敢擅专。前4臣默许，这3两银子就顺理成章抹平。他要追究，那是神仙大价，与我这个只核对数的9品下僚无关，完美。吏部加急公文。皇上有旨，2月初2，春季先农，皇上要亲临先农坛，率百官亲耕。此次春季，礼部要求我太常寺出2名赞礼郎，随侍御前唱礼。御前唱礼，在皇上眼皮子底下喊号子，声音大了叫惊驾，声音小了叫失仪，念错1个字，轻则停邦，重则掉脑袋。林锦之，下官在。你记性好，做事稳妥。这几个月的账目从未出过差错。2月2的春季，你算一个。御前唱礼，这不是把我往老朱的屠刀底下送吗？下官遵命，下官定当死记硬背，绝不念错1个字。穿越以来，离朱元璋最近的一次。皇上驾到！副帐里接替。不想旁边站着的是开国皇帝，不想背后的杀机。我就是一台没有感情的留声器。迎神就位，跪，叩首。林赞礼，你很好，太常寺就需要你这样沉稳本分的人。完了，被记住了。第12条，被领导记住等于危险，绝对不能表现出任何可造之材的潜质。明天开始装笨，不能犯大错。要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出错，让所有人觉得林锦之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蠢货，这样领导才不会提拔我去风口浪尖。这位官爷，120文，您这都数了3遍了。听说了吗？那个林木头连100多个铜钱都数不明白。就他那脑子，也只能背背祭文了。稍微变通点的事儿，他一件都干不了。听说太常寺卿大人之前还夸他，我看大人是走眼了。干活倒是踏实，可惜脑子太笨，朽木不可雕也。骂吧，尽情的嘲笑吧。我在大明朝的官僚体系里找到了一处绝佳的低洼地带，只要我足够低，老朱的刀就永远挥不到我的脖子上。哎呦！林锦之，
对不住，对不住，赵大人。这个林锦之平日里看着是个闷葫芦，干起活来怎么如此毛躁？可不是嘛！上次让他去买个饭，连100多个铜板都数不清楚，如今连走个路都能平地摔跤，真不知道他当年是怎么被举荐入仕的。朽木不可雕也，钱大人之前还夸他稳妥，哼，真是看走眼了。骂吧，我现在太需要毛躁和愚笨这2个标签了。在洪武朝，一个毫无破绽的人会被打上心机深沉、所图甚大的烙印。我必须自污，给这具完美的工具人躯壳制造一些无伤大雅的漏洞。好了好了，别擦了，越擦越脏，赶紧拿着你的破杯子滚回你的位置去，看着就碍眼。今天这出戏只是开胃菜，真正的大戏在下午的中元节祭典上。迎神！半年前在仙农船面对皇上的龙威，这小子比混了30年的老狐狸还镇定，太完美了。我派人查过他的底细，一张白纸，干净的让人无从下手。这样一个人，像一把藏在暗处的刀。就位！跪！跪！大人，下官罪该万死。下官今日也不知是中了什么邪，脑子里一片空白，竟然走错了方位，惊扰了神明，冲撞了大人，请大人降罪。原来也是个见识浅薄的毛头小子，哼！之前的稳妥不过是死记硬背加上瞎猫碰上死耗子，我真是越老越胆小，竟然忌惮这么一个蠢笨如猪的9品芝麻官。行了，起来吧，堂堂朝廷命官，哭哭啼啼成何体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还年轻，以后做事多长点心眼儿，莫要再这般毛躁了。下去吧。多谢大人宽宏大量，下官定当粉身碎骨以报大人之恩。危机暂时解除。昨晚我在小院里推演了一整晚的站位，最好的是光源的边缘，让人一眼能看到你，看清你的绿袍品级后，又下意识把你忽略过去，这叫众目睽睽之下的透明。你这人没长眼啊！站这儿干嘛？碍手碍脚的。这位公公恕罪，下官这就挪。左边是柱子，挡住一半视线；右边是值守的金甲贵士。我夹在中间，就像大殿外的一块地砖。不能多看，上位者的直觉比野兽还敏锐，看得多了，他们会有感应。微臣死罪，惊扰圣驾，微臣死罪。御赐宴席，君臣同乐，你连个杯子都端不稳，喝得像滩烂泥。来人，把这御前失仪的废物拖出去，打30廷杖，罢官免职。算了，皇后念你年事已高，今日又是中秋佳节，不宜见血。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罚俸半年，滚回去闭门思过1个月。谢主隆恩，谢皇后娘娘救命之恩。能让朱元璋把举起的刀放下的，只有马皇后。她是满朝文武唯一的避风港，但避风港是给已经在风暴中心的人用的。我不需要避风港，但只要马皇后活着，洪武朝的大清洗就不会彻底失控。这对我评估生存难度至关重要。洪武2年，过半，继续勾。听说了吗？前朝的那个礼部侍郎王大人，
昨日夜里被亲军都尉府的人从被窝里提拉走了。王大人不是早就告老还乡了吗？怎么又给抓回来了？说是有人举报他私下里祭拜元顺帝。哎呦，下官这肚子昨日许是着了凉，不行了，下官要去趟茅厕。这林锦之怎么回事？一惊一乍的。懒人屎尿多，别管他。咱们接着说。这几日城里的血腥味太重了。前几日那个写诗的李秀才，实在是太可怜了。陈老大人，下官尿急，憋不住了，去趟茅厕。前朝，你这事情是听说昨日兵部的一个改尊人被林锦之，你是不是肾水不足啊？这都跑了第8趟了。这人真是没救了。我跟林锦之说话，只要一沾上外面的事儿，他就尿透。我看他不仅脑子笨，身体也虚。朽木不可雕也，别搭理他。肾虚就肾虚，尿频就尿频。在这个言多必失、旁听也有罪的洪武朝，尿遁是史上最完美的避险方式。只要我不在现场，你们说破天去，亲军都尉府的刀也架不到我的脖子上。至于这茅厕里的臭味，臭是臭了点儿，但总比赵狱里那种混着腐肉、血水和绝望的死人味好闻10000倍。洪武狗命铁律第10条，不要在任何场合评价任何活着的或死去的人，包括元顺帝，包括王景。旁听也是罪，浴室尿遁最安全。皇上下了诏书，重启科举，整顿吏治。前2年旧臣杀了一大批，地方上的官员空了一大半，好多县衙连个正经县令都没有。吏部尚书连夜递了折子，请求从京城各部院的清水衙门里抽调一批品级低但履历清白的官员，外放去地方填补空缺。皇上准了。外放，这就是逃出升天的免死金牌。去地方上，天高皇帝远，舒舒坦坦过日子，不用天天提心吊胆。听说这次吏部给咱们太常寺拨了2个名额，若是运气好，分到江南富庶之地，那才是真正的肥差。我昨日去拜访了我舅父，若是把我分去浙江或者江西，我这辈子就算熬出头了。外放，我太想去了，哪怕是去云贵川那种燕赵之地当个巡检，我也心甘情愿。穷点苦点算什么？远离权力中心，苟到永乐元年，我就能拿10个亿回家。林锦之，大家都在议论外放的事儿，你就不心动？赵大人说笑了，你也是凭荐举入仕的，在太常寺待了2年，还是个9品赞礼郎。这次吏部抽调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就不去拖人，谋个外放的差事？下官愚钝，全听朝廷安排。你这个人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男儿在世就该建功立业，你整天在这清水衙门里擦桌子扫地，难道想当一辈子9品绿头子？朽木不可雕也。
上进心，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吗？上一个有上进心的皮还在户部门口的照壁上挂着呢。我确实想外放，但绝不会主动去求，只能等。推举官员外放是个得罪人还容易受牵连的活儿。洪武朝是举主连坐制，我推举的人去地方上贪赃枉法或者办事不力被皇上砍了，我这个举荐人也要吃挂论，轻则降级，重则同罪。哼，赵赞里油滑，做事不踏实，把他放去地方，不出3个月，绝对惹出乱子。刘主事也不行，嘴上没把门，喜欢议论朝政，迟早是个惹祸的根苗。这小子在太常寺2年，干的活最多，挨的骂至少。最关键的，这人没有野心，没有后台，甚至没有脾气。把他推举出去当个县城或者邻部，绝对不会给我惹麻烦。可把他送走了，太常市里那些繁琐的账目，那些没人愿意干的杂活，谁来干？用顺手的工具人，一旦扔掉，再找一个可就难了。我今天的目标很明确，当一个完美的复读机，绝不多抢半个字的戏份。只要熬过这1个时辰，我就有希望被前4场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外放名单，彻底远离应田府这个绞肉机。迎神，百官就位，拜！干！这老东西要死，别拉着全衙门垫身。主官御前失仪，旁边的副手不补救，就是协同不力，玩忽职守，轻则流放，重则一起砍头。兴而后贵。吾皇万岁！这小子平时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刚才在御前那种绝境下，他不但没吓得尿裤子，还能如此精准弄得街上唱词，音年节奏没有半点慌乱。这哪里是朽木，这分明是一块深藏不露的磐石。林赞礼，下官在。若不是你机警，本官这条老命，还有咱们太常寺上下几十口子，今日恐怕都要交代在这太庙里了。大人言重了，下官只是依照《大明集礼》中记载的古礼篇，顺口接续了唱词。此乃赞礼郎的分内之事，下官愚钝，不知其他。居功不傲，不挟恩图报。前4臣之前把林默的名字报上来，想让他外放，不行。这种好用又懂规矩的踏实人，怎么能放到地方上去？你很好，踏实当差，太常寺不会亏待做事的人。完了，我被这正三品的顶头大上司给盯上了。外放去当土皇帝狗到永乐的计划，十有8九泡汤了。这该死的分内之事，不接那句话当场死，接了以后可能会死得更惨，烦死了。今日太庙里那个太常侍卿差点犯了错，我来接唱。把局势稳住的那个绿袍小官叫什么名字？回陛下的话，那是太常寺的赞礼郎正9品，名叫林默，字锦之，洪武元年由地方荐举入仕的。林锦之是个守规矩也能做事的，比户部那些只知道算糊涂账的废物强。让亲军都尉府的检去查查他的底，看看是不是真像表面上那么老实。奴婢遵旨。唉，不由人啊。半个月了，每天辰时准点来，做整整1天，从不跟旁人搭话。只要我一出门倒水、倒垃圾，那种被毒蛇锁定的黏腻感，就会立起我背后的汗毛。
粗步、挥步、拦步。中气十足，不像底层商贩。虎口的老茧是我刀磨出来的。亲军都尉府的简审，老朱养在暗处的恶犬，连续半个月，天天如此。难道我那日的表现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林锦之无趣到让人发疯，没有朋友，没有序号，把他扔在院子里没人管，他能拿着那块抹布把青铜鼎擦得底朝天，这简直是个活王八。这汇报册子怎么写？林默今日擦了3遍桌子，去了2次茅厕，步幅与昨日分毫不差。上面那位看到这种册子，会直接把砚台砸在我脸上。这些人到底是在例行监视整个太常寺，还是已经精准锁定了我一个人？今天早晨出门前，我故意把家里唯一盛咸菜的粗瓷小碗碰掉在地上，家里的碗碎了，必须买个新的。而城西杂市的瓷器摊比城南的便宜2文钱，为了2文钱绕远路，符合我清贫抠门的人设。实锤了，应天手这么大，一个卖布的摊贩，怎么可能如此巧合的在同一时间跨越小半个京城，刚好出现在我临时改变的路线前方？老朱的目光已经落在我这个9品芝麻官身上了。掌柜的，这碗怎么卖？6文钱一个，概不还价。这碗底都有些不平了，釉色也不均，5文钱卖不卖？买不起别摸，去，6文钱已经是贱卖了。这个边缘有个小缺口，掌柜的，我大老远从城南走过来，诚心买，5文钱，我拿走。怕了你了，5文就5文。上面说这林锦之在御前唱礼时异于常人，极有可能身怀绝技，深藏不露，让我死死盯住。可这分明就是个穷酸入骨的铁公鸡。多谢掌柜的。危险，极度的危险。今天的试探，我用抠门和无趣暂时敷衍了过去。可只要老朱心里那一丝疑虑没有彻底打消，这些暗卫就会像复古之哀一样，永远潜伏在我周围。我不能有任何改变，不能露出半点属于现代人的聪明，哪怕一句看似无心的感慨，都可能成为要命的把柄。被皇帝盯上的感觉，真他娘的刺激！此人平庸至极，胆小如鼠，抠门吝啬，每日行踪刻板，未见任何结党串联之举，夷为朽木，无审查之价值。这辈子都不想再盯这种活王八了。大人，这几位主事的考谕，下官已经拟好了，请您过目。刘主事行事尚可，如今皇上最烦那些嘴上没把门的官员，给他个中评吧。至于这赵赞礼，此人过于油滑，遇事喜欢躲闪，不堪大用，也给个中评，让他继续在下面熬着。大人，只剩那个林锦之了。这个林木头，下官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写他的考语。哦，怎么说？这人干活倒是踏实，3年来从没出过差错，可是他这脑子实在太笨了些。更可笑的是，前几日下官让他去买笔墨，他为了2文钱的差价，蹲在街边跟商贩吵了半个时辰，简直丢尽了朝廷命官的脸面。依下官看，这人就是个纯粹的朽木，胸无大志，不堪造就。要不随便写句庸落本分，给个中下算了。2年前先农杨大祭，绝境中沉稳接唱的年轻身影；中元节走错方位，吓得面无人色，磕头求饶的窝囊废。这3年来的桩桩件件，钱大人啊，你在这京城里做官，还是没看透当今圣上的心思。你觉得林锦之是个木头人？难道不是吗？木头人好啊，这2年来，
你看看朝堂上那些自命不凡的聪明人，那些口若悬河的名士，那些想要建功立业的干才，有几个落得好下场的？皇上不需要底下的官员教他怎么治国，皇上需要的就是听话的木头，是那种绝不会结党营私的孤臣。若他事事都做得滴水不漏，那才叫深不可测。你觉得他为了2文钱跟商贩争吵是丢人？他一个九品小官，靠着微薄的俸禄在应天府过活，若不精打细算，难道去喝西北风吗？这叫清廉。可是大人，最重要的是，这3年里他经手的账目和祭祀流程，哪怕是再繁琐无趣的活，他出过一次实打实的差错吗？回大人，确无差错。甲字库的烂摊子被他理得清清楚楚。这不就结了？不惹事，不结党，底子干净，清廉自守。最关键的是，交代下去的实事，他能办得漂漂亮亮，行事谨严，恪守规制，堪当大任。大人，这评语是不是太高了些？若吏部当了真，把他提拔到重要位子上，以他那点见识，怕是会惹出大祸啊！哼，惹祸？他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能惹什么祸？本官不仅要给他上的考词，本官还要将这份考核单独列出，作为太常寺这3年来的表率，呈报吏部。如今朝堂上到处都是查逆党的血腥味，太常寺也需要推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纯臣。林锦之就是最好的一块挡箭牌，把他推上去，太常寺就稳了。大人高见，下官敬服。派个稳妥的人，即刻送去吏部天官衙门。算算日子，这几天的经查考核应该结束了。我这3年来的表现，考核评语顶多是个中下或者下评，只要不被革职，哪怕一辈子在太常寺当个9品赞礼郎，我也甘之如饴。洪武3年的春天真是个好季节，再熬28年就能退休了。散衙后去城西买个肉包子，犒劳一下自己。庸碌无为，贪墨成性，叫刑部严查。清水衙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太常寺卿那个老狐狸，给手下人的评语都留着3分余地。堪当大任，一个正9品的赞礼官能堪什么大任？太常寺卿那个老狐狸，竟为一个9品小官给出这样的上之评，这背后要是没有收受贿赂，没有结党营私，打死咱都不信。过来，看看这个林默，林锦之，朕听着这名字有些耳熟。回陛下的话，先农谈春季，太常寺卿御前师仪喊错了字，是这个林默及时补上了唱词，把祭祀流程圆了回来。陛下当时还吩咐过，让亲军都尉府的检去查查此人的底细。原来是他，那个在绝境中面不改色、声音平稳如钟的绿袍小官。有胆色是一回事，但太常寺卿给他堪当大任的评语，未免太过荒唐。朕问你，这个林默是何出身？回陛下，奴婢查过卷宗，此人乃是江南寒门世子，洪武元年以精明行修，被地方县令荐举入仕的。一个毫无背景的寒门直邸，能让正3品的大员冒着被猜忌的风险砥砺保举？他可去太常寺之府上送过礼？可与朝中其他大员暗中结党？平日里可有什么劣迹或者妄言？回陛下的话，亲军都尉府前阵子确实派了得力的好手，盯着这个林默盯了足足1个月。查出什么了？如实说。什么都没查出来。检浙的汇报上说，此人独来独往，毫无结党记录，也无任何劣迹。毫无劣迹？这满朝文武有几个底子是绝对干净的？陛下，这林默不仅是干净，他简直是异于常人。简圣盯了他1个月，他做的最出格的一件事，就是去城西杂市买个粗瓷碗，为了省1文钱，蹲在地上跟商方吵了半个时辰。咱见过贪得无厌的恶狼，见过满腹韬略的狐狸，也见过愚蠢透顶的猪，唯独没见过这种人。
这世上没有真正无欲无求的活人，就算有，也不是一个九品赞礼郎该有的样子。再查，让秦军都尉府加派人手，给朕继续死死地盯着他，不要惊动他。朕倒要看看这张老实巴交的皮囊下面到底藏着什么鬼心思。陛下，这林默不过是个九品小官，每天除了扫地就是算账，这值得亲军都尉府查2次吗？朕说查就查。奴婢该死，奴婢多嘴，奴婢立刻去传旨。堪当大任，林锦之，咱倒要看看你这块木头能装到什么时候。这就是你们1个月熬红了眼睛查出来的东西。卯时1刻出门，不服2尺4寸；申时初刻下衙，去西市买了1把半干的韭菜，为了2文钱跟菜农磨了半个时辰。这他娘的是朝廷命官还是市井泼妇？大人息怒，这林锦之，他真的就只干这些事儿。弟兄们趴在他家屋顶上吹了半个月的冷风，他晚上除了坐在那张破桌子前发呆，就是上床睡觉，连个起夜的习惯都没有。这世上哪有不吃腥的猫，哪有不钻营的官？太常寺那边呢？他身在官场，总有同僚往来吧？回大人，这正是此人最诡异的地方。太常寺的同僚在职房里闲聊，只要话题稍微沾点朝政，这林锦之就会立刻捂着肚子喊痛，然后往茅厕跑。这个月他借故跑茅厕的次数记录在册的就有134次。130次？这人是为了躲避是非，宁愿把茅厕当家呀！废物，都是废物！把卷宗整理好，我亲自送进宫。这活王八，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写结论了。陛下，亲军都尉府呈上来的关于太常寺赞礼郎林默的侦查详报。呈上来。这世上竟然还真有这种人。父皇，可是这小官犯了什么大案？大案？他连只鸡都不敢杀。彪儿，你来看看，这就是太常寺卿给朕举荐的堪当大任的奇才。父皇，这人是不是有病？彪儿，你说的对，他是有病。但这满朝文武就属他病得最轻。你看看户部那些自作聪明的贪官，看看督察院那些整日结党营私的言官，他们倒是没病，可脑子里装的全是怎么算计朕的国库，怎么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弄权。这林锦之抠门胆小，木嫩怯场，但他底子干净，干净的不像个活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个纯粹的孤臣，是个没有私欲，只能依附于皇权办事的循吏。那父皇打算如何处置此人？既然是个干净办事的，是否要下旨提拔？不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他现在是九品赞礼端，没权没势，自然清高。给了权柄，守得住才是真金不怕火炼。传朕的密旨给亲军都尉府，暗线别撤，给朕继续盯着这个林锦之，不要惊动他。若是他真能一直这么病下去，朕日后自有大用。奴婢遵旨。这天也不冷啊，怎么还打起寒战了？这3个月，我把石头人演到了巅峰，虽然背上了肾虚愚笨的骂名，换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安稳。狗得好，狗得妙，狗得老猪找不到。哼，还是这副死样子。回陛下，确实如此。简舅们说，这林锦之简直不似活人，整日里除了干活便是发呆，连个喷嚏都不多打。事出犯常必有妖，一个人怎么可能连一点小毛病都没有？越是找不到破绽，咱这颗心就越是痒痒。咱倒要看看，这层完美的伪装下到底藏着个什么怪物。不对劲，我好像走入了一个误区。大家都有一堆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只有我精准的多近人情。太硬的石头也会被人拿去当垫脚石。不行，我得给自己加点人味儿，得犯点错。此次大祭，礼部尚书亲自督办，各库的祭器、注文
必须核对3遍以上。若是出了岔子，不用皇上发话，本官先扒了你们的皮。天气炎热，领导训话满场，这时候表现出一点下层官员的疲惫，合情合理。林锦之，本官在训话，你竟然当众打哈欠、伸懒腰，你眼中还有没有上下尊卑？下官该死，下官昨夜核对账册睡得晚了，一时没忍住，大人恕罪。朽木不可雕也，去院子里站着听。肢体语言的模仿太难控制了，演技过于浮夸，不但没显得自然，反而像在挑衅领导。此计不通，得换个路子。大计容不得出错，但日常无关紧要的后勤账册是个好切入点。这才对嘛，一个字都认不全，做事本分但偶尔毛躁的九品小官，账册怎么可能永远一尘不染？这林锦之平日里看着还算稳当，怎么这笔录写得如此毛躁，简直像狗爬的一样。这才像个寒门出身的蠢笨小子，要是他天天交上来的账目都跟翰林院的管阁体一样规整，那才叫人心里发毛。听简真说，那林锦之在前4城训话时打了个大哈欠，被罚站在太阳底下晒了半个时辰，后来抄写杂物册子，又写错了日子，还被前4城骂了一顿。这小子，朕还以为他真是个泥塑木雕，原来只是胆子太小，平日里绷得太紧罢了。既然证实了这只是一块资质平庸、只知道死命守规矩的木头，那这块木头反而有了特殊的用处。户部那边最近折腾的也差不多了，缺几个只会算账、不多嘴的死心眼儿，去给吏部透个口风。太常寺这几年冷清得很，挑2个老实的，给朕挪个位置。是。这种毫无背景、胆小怕术但底子干净的人，放在太常寺当敲钟的太屈才了，得把他扔进户部那个大染缸里，看看这块木头能不能在贪官污吏的油锅里给朕熬出点真金来。6月份之后，我把微瑕疵融入了日常的每个细节。前4琛对我的态度，从倚重变成了随意使唤，这正是我要的。只要满身都是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就没人能抓到我的把柄。皇上的口谕，字字透着威压。这是一场针对林默的暗考，也是皇上对太常寺的考验。林默要是出了岔子，太常寺上下全得跟着吃挂累。这份单子交给那个叫林锦之的赞礼郎去核对。皇上说了，不要惊动他，就当是寻常的差事交办。核对完的结果，立刻原样呈报御前。臣遵旨。来人，去甲字库把林赞使叫来。下官林默，拜见大人。林赞礼，秋分将至，这是秋分祭月的大典物资清单，你拿去甲字库仔细核对一遍，核对无误后盛报上来。下官遵命。错了，全错了。按大明祖制，秋分祭月，白丝帛12匹，全羊3头，沉香30斤。这份单子上的数量，整整比规制多出将近1倍。这么离谱的错误，一个刚入职2个月的赞礼郎都能一眼看出来。礼部那边是集体喝了假酒吗？不对，这不是失误。在洪武朝，祭祀物资虚报1倍，这不叫失误，这叫贪墨，叫欺君，叫满门抄斩。不过这是一场针对太常寺的陷阱呢。我拿着笔在这单子上画了押，就等于默认了这个数量。等秋分那天物资拉出来，我不但要被剥皮食草，江南老家那不知身份的九族都得在黄泉路上排队，不能签，打死都不能签。直接把数量划掉，改成正确的规制。不行，这一改就是当众打礼部和太常从轻的脸，嫌自己死得不够快。不签字是失职，签字是贪墨，改单子是越权，咋搞？洪武狗命铁律第11条，能做事比不犯错更重要。第5条，
永远只做分内之事。什么是分内之事？调对账目，发现问题，然后上报。下官核对秋分祭月物资，发现单上所列丝帛、圣劳等物，似与大明集里所载旧制有异。下官唯恐贻误大典，特将原单呈回，恳请大人明察定夺。不推诿，不掩盖，不自作聪明，这锅我不背，这风头我也不出，求原封不动踢回去。有点意思。咱见过太多自作聪明的官员，但这个林默什么都没做，是个懂规矩的。要把户部那摊烂账理清，不需要明示，不需要干臣，就需要林默这种眼里揉不得沙子，且绝不越雷池一步的死规矩。太常寺卿那边怎么说？回陛下，太常寺卿说全凭陛下圣裁。传口谕给太常寺卿，这林锦之做事有分寸，让他留在衙门里继续当他的差，不要惊动他。这小子竟然真的毫发无损地跨过了皇上设下的生死线。来人，把林赞礼叫来。林赞礼，这份单子是礼部那边抄写有误，你发现的很及时，你做得很好，本官没有看错你。下官不敢鞠躬，核对账目，发现错漏便须上报。下官只是按规矩办事，一切全凭大人明察秋毫。行了，下去干活吧。真是个老实到骨子里的死心眼儿。有了皇上那句口谕，此人未来的造化绝对不小。可他自己还懵然不知，只知道守着他那九品赞礼郎的规矩。5000银子，购买几十斤精米，或者去城西肉铺切2斤带皮的五花肉。不对，太不对了！甲字库是存放陈年旧账的破烂库房，平时除了我，只有宋卷宗的杂役会踏进来办簿，谁会随身带着5两银子乱晃，还恰好掉在我桌腿底下。大人，下官有事禀报。进来说。大人，下官刚才在甲字库扫地时，在桌腿旁发现了此物，看着像是一块碎银子，下官不敢擅动，特来上交大人。银子，你捡的？是。周围可有旁人看见？并无旁人，只有下官一人。哼，林锦之啊，林锦之，本官该说你什么好？这银子够你买2个月的口粮了。既然没人看见，你自己收着便是。跑来这里搅扰本官作甚？难道还指望本官给你发个嘉奖的文书不成？下官不敢，这银子来路不明，万一是哪位同僚或者杂物不小心遗落的买米钱，人家还指望着这钱救命呢。再说了，不是下官自己挣的钱，下官拿着觉得烧手，恳请大人将此物充公。真是个无药可救的死心眼儿。行了行了，本官知道了，放这儿吧，我会让老李头去问问是谁掉的。多谢大人成全，下官告退。这颗雷算是排掉了，我用事实证明了一点，我林锦之不但脑子不好使，胆子也极小，而且对钱财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恐惧。那林默发现银子后，碰都没敢碰，直接找了2根破竹票，把银子夹在一张纸上，端着就去找了钱四成。他跟钱四成说，不是自己挣的钱，拿着烧手，非要钱四成写个失物烧领。5000银子确实不多，这满朝文武为了几万两甚至几十万两雪花银，敢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朕玩心眼的大有人在。在他们眼里，5000银子连掉在地上都懒得弯腰去捡。但对于一个为了2文钱能跟商贩吵半个时辰，天天只能吃糙米的底层小官来说，5000银子就是一笔足以让他心动的横财。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面对这笔横财，他忍住了，不贪，这是最难能可贵的。这是一个罕见的、纯粹到了极致的纯臣胚子。户部那边现在正缺干活的人，那帮人在账目上滑溜得很，
朕需要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去填一填户部那个深水潭。传旨吏部，将太常寺赞礼郎林默即刻调入户部，罗升正八品清议司赵默，主理各司账目核查。这可是户部里出了名的得罪人的差事，万岁爷这是要把这块木头直接扔进官场最凶险的火坑里去烧啊！奴婢遵旨。今天的银子事件，我又打赢了一场漂亮的胜仗。现在我已经彻底成了一个连5桥银子都不敢碰的怂包。老朱就算再怎么多疑，也该把盯着我的那些暗探撤走了吧。等这阵风头彻底过去，明年开春，吏部应该会有新一轮的县城空缺，到时候再去太常寺卿那里装2次可怜，争取平调出去。这狗命大业稳了。明天去城西买半斤带皮的五花肉，借邻居张大娘的铁锅炖个肉。吏部公文，太常寺赞礼郎林默接令。林默何在？下官林默在。奉太常寺赞礼郎林默行事谨严，恪守规制，今调入户部，擢升正八品清议司赵模，即刻上任，不得延误。四卿大人这招妙啊！送出去一个纯臣，还在户部安了个眼线。林大人还不赶紧接令？户部赵模，这哪是升官，这是盖大印的阎王帖。那5000银子根本不是寺里的试探，是亲军都尉府测我贪艳的诱饵。我真傻，当时把那5000银子揣进兜里。林大人，下官谢恩。林兄真是深藏不露，以后在户部飞黄腾达了，可别忘了咱们这些太常寺的老兄弟。诸位大人客气了，下官也不知吏部为何会有这般安排。下官这脑子去了户部，怕是连算盘都拨不明白，实在是不敢当诸位的贺喜。林兄太谦虚了，有吏部天官的调令，你以后就是户部的正经官老爷了。快去收拾东西吧，别耽误了明日上任。好日子到头了。在太常寺，最大的危机不过是前4臣几句训斥，在这儿，账上差1文钱就能招来皇上的屠刀，逃不掉喽。哎，干什么的？懂不懂规矩？正门也是你乱闯的，去！送柴火的、倒叶水的、干杂活的，全走侧门，别在这碍了大人们的眼。下官林默，奉吏部调令前来户部报道。大人恕罪，小人有眼无珠，没认出大人，小人该死。柴大哥，快请起，不知者不罪。我这身打扮确实寒酸，不怪你。你跪什么？论起怕死，我比你更想跪。多谢大人海涵，大人您往里请。清吏司的职房在第2进院子东侧，小人给您带路。不敢劳烦，我自己去便是。下官林默，奉吏部调令，特来清吏司报道。抬起头来。你就是太常寺那个木头人林锦之。太常寺卿倒是给本官递过话，说你这人做事稳妥，就是脑子不太灵光。回周大人，下官确实愚钝。哼，户部不需要聪明人，这里只需要会算账不多嘴的哑巴。你倒是正好，那里以后就是你的位置。角落隐蔽，挨着茅厕，没人愿意凑过来，风水宝地。多谢大人安排。这是浙江3府过去2年的秋粮损耗账目。那既然是先拿这几本账练练手，你的差事很简单，核对各司账目，没事。核错了，砍头。那若是下官核对了，但这账目本身就有问题呢？那也是你的问题。下官明白了。对了，上一任坐你那个位置的照片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算错了一笔账，多写了个0。皇上批阅的时候看到了，只说了8个字：此等废物，留之何用？然后，他的皮现在还挂在午门外的墙上呢。去吧，别在这儿碍眼。
以后咱们就是同僚了，还请多多关照啊。下官与林兄是同一天调来这清吏司当差的，说起来也是缘分。狗命铁律则第3条，不站队，不结党。王景那个直肠子都差点把我坑死，这种笑面虎只会更危险。陈兄客气了，下官愚钝，脑子不灵光，怕是照应不了陈兄，别给陈兄添麻烦就不错了。哎，林兄何出此言？没事没事，林兄你看着就是个老实人，以后这户部里有什么不懂的规矩，你随时来问我，我照应你。多谢陈兄美意。这差事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啊！上一任的遗迹，请重。林兆某，这是山东布政司呈报上来的秋粮征收总光，周郎中吩咐了，让您今日务必核对清楚，明日一早要入库存档。山东济南府应州秋粮10万担，途经运河、陆路、水饺损耗5000担，实收入库8万担。10万减5000，9万5。3遍都是9万5，那15000担呢？连个由头都不编，硬生生砍掉15000担，算什么呢？眉头皱得这么紧。哦，山东司的秋粮账啊。林兄，听弟弟一句劝，这算盘啊，你就别拨了，拨破了手指头，你也算不明白。陈兄，这上面的数字完全对不上啊！10万担的征收，5000担的损耗，入库怎么就变成8万担了？那15000担去何处了？嘘，林兄，你轻点声，在这户部大院里，这种话是能乱说的吗？你初来乍到，不懂咱们户部的规矩，账册上的数字那都是给皇上讲究的。地方为了政绩，证明风调雨顺、安居乐业，自然要把应州的数字往高了报。皇上看了高兴，这官才能当得安稳。这个数字是给咱们户部尚书和侍郎大人看的。地方上交了这么多，国库里实打实就进了这么多，以后往下播放钱粮，就按这个数字来卡。至于那中间差的15000石，那才是下面州府县令、押粮官以及各路打点的真账。大家辛辛苦苦当个官，总不能真靠那点死俸禄养家糊口吧？你哪个都别看，林兄，做赵模的诀窍只有4个字：闭眼签字。你上一任坐在你这个位置上的人，就是因为太认真，非要查出那1万手粮食去了哪里，结果呢，第2天账本就出了错。林兄，听我一句劝，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签个字，盖上你的赵模印，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签了，等皇上查下来就是欺君的铁证，泼皮尸骨。不签，顶多得罪这帮贪官，沾贪灭的账，必死。陈兄，下官实在是不敢下笔啊。这若是日后皇上查起来，下官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林兄，你要是实在不敢签，要不我替你签。不过这事后要是山东司的人找麻烦，你可得自己扛。不用了，下官自己来。10万减5000，实为9万5。此账入库8万，下官愚钝，算不明白其中差额，恳请山东司大人明示指教。你疯了！你知不知道这账是山东司主事崔大人亲自定下的？你这么批注退回去，不是在打崔大人的脸吗？下官做不到，下官从小算学就不好，这账面上的数字确实对不上。下官若是不问清楚，晚上连觉都睡不着。这人不是胆子小，是脑子有大病。下官清吏司赵模林默，见过崔大人。新来的赵朝，周郎中让你核对的秋粮账目，这么快就看完了？回大人的话，下官看完了，只是账目上有些数字，下官实在算不明白，特来请大人解惑。林默，你一个正八品赵模，也敢推我山东司的账册？你在上面乱涂乱画些什么鬼东西？
大人息怒，下官只是按大明律制核对账目，10万单减去5000单，理应是9万5千单。这账面上是收8万单，中间差了1万5千单。下官算术不好，不知道这粮食去了哪里，所以不敢下笔钱。你算术不好，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你知道这账册我山东司上下耗费了多少心血，做了多久吗？3个月，整整3个月才把这各府县的数字做平。那下官把账册退回来，大人再重做3个月。你放肆！若是耽误了山东布政司的钱粮颇赋，你区区一个8品赵模，有几个脑袋够砍的？这账目核对本就是个过场，你上一任的赵模从来不会问这些蠢问题。下官不想死。好得很，账册留下，你给我滚！我倒要看看你这照片能当几天！下官告退。一边虚报，一边压榨，收不上来就作假，掺沙的陈粮写新粮，漂没损耗想写多少写多少，这哪里是账册，这分明是一张张催命符。每一笔账必须有地方州府、押粮官、入库大臣3方凭证，少一方印誓，尚书拿刀逼我也不签。账目需经主事初审，郎中复核，最后才轮到我核对。跳过环节直接扔来盖章的，一律退回。我不给人当挡箭牌。只要数字对不上，什么属号、确号的借口都没用。算不明白，原路打回。签了，事发必死，还牵连9族；不签，顶多被穿小鞋使绊子。这身新衣服也不好穿啊。哟，这不是咱们户部出了名的铁面判官林大人吗？咱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黄表，他倒好，拿着个破算盘较真儿，可不是吗？真把自个儿当盘菜了。我看啊，这种不懂规矩的生瓜蛋子，在户部里活不过下个月初1。林兄，你这心性，弟弟我是真的服了。人家都指着你的鼻子骂你木头、愣头青了，你是一点都不生气？陈兄，我为何要生气？诸位大人说的对，下官脑子确实不灵光，本来就是个木头，他们不过是陈述事实罢了。林兄，你牛！林大人，快！周郎中在纸坊发火呢，让您即刻滚过去见他。滚进来！下官林默见过周大人。林锦之，你是不是活腻了？你知不知道你这几天干的好事儿？你把各司退回来的账册一本不落的全给我卡住了。回大人，那些账目数字出入极大，既无凭证，也无朱批，下官核算不清，不敢擅自用印。算不清，那叫耗损，那叫规矩。你知道今天一上午有多少人来敲我这纸坊门吗？7个。他们指着本官的鼻子问是不是清吏司，故意要卡他们的脖子。你知不知道你把整个户部都得罪光了？大人息怒，下官不知其中有这许多弯绕。那依大人之见，下官这赵博究竟该怎么当？怎么当？这还要我教你？只要是有哥斯主事画婴儿的皇上，不管数字差多少，你给我闭着眼睛盖上你的赵博印，其他的你一个字都不许多问。下官愚钝，从小眼睛小，实在闭不了眼。好你个林锦之，滚！你给我滚出去！我倒要看看你这脖子有多硬，能扛得住多少把刀！急了，说明这套王八拳他们接不住。林兄，你可算回来了。刚才各司的书办又送来一批，他们说了，既然林大人喜欢查账，那这些陈年旧账就全劳烦林大人了。这数量估计够你忙到明年开冲了。大半夜的还在户部查烂账，这谁呀？不要命了！
江西绕州府应收秋粮6万等，途经水路陆路，水饺5号漂没共计18000等，实收入入库4万2千18000吨的损耗，足足30%。按常理，路途再远，1成折损顶天，运100斤粮，路上能耗掉30斤，直接以损耗过大退回去。江西司肯定会推说江水泛滥沉了船，得找铁证，拒签才理直气壮。不只是今年，5年，江西的秋粮损耗，年年都卡在3成上下，丰年3成，灾年也是3成，雷打不动。5年累计，虚告损耗15万担，折银7000余两。月俸几斗米的年头，这笔钱能在应天府买下半条街。下官愚钝，查江西司历年账目，见其损耗皆为3成，数目庞大，下官不敢擅自揣测其中原因，亦不敢贸然用印，恐担失察之罪，特将详细列出，呈请大人明示。烂账又查出毛病了。回大人，江西司的秋粮账目，下官实在不敢签，这是核查的明细，请大人过目。你查这个干什么？谁让你去翻旧账的？谁让你查？下官只是觉得今年的数字不对，若是直接退回账本，怕江西司大人们怪罪下官办事不力。有了这历年数据作证，下官拒签便有了底气。底气？你这是要把整个户部架在火上烤！3成的损耗，地方官押粮千户，对接的郎中主事、巡按御史，排排做分果果，捅出去，这院子里1半人得挂在午门外风干。林锦之，你听好，这事儿你烂在肚子里，半个字都不许漏出去。这上面涉及的人太多了，你根本惹不起。是，下官绝不声张。我警告你，你再这么不知死活的查下去，不仅你的脑袋保不住，我也会被你牵连。这本账我亲自去跟江西司的人说，你别管了。那大人的意思是，下官以后核账不查了？你查了也不能说。那下官到底查不查？滚！你给我滚出去！下官告退。在太常寺数目不对报上去就行，在户部天大的窟窿不能说，还得装瞎，查了不能说，不查是死罪。这差事不是人干的。这户部迟早要出大事，这些数字也许将来有一天是我保命的唯一筹码。林兄，出大事了！我方才去后堂送文书，你猜我听见了什么？江西司、湖广司还有福建司的几个主事，全都堵在周郎中的职房里，拍着桌子让周郎中给你挪个位置呢。他们说清吏司要是再留着你，大家年底的账都没法做了。林兄，你可真是个人才，凭一己之力把半个户部的同时都给得罪光了。得罪光了才好，最好把我从这火坑里一脚踢出去，革了职，回江南买几亩薄田，还是寻个没人认识的州府隐姓埋。林赞礼，周大人让你过去一趟。这是在逼本官！进来。下官林默见过周大人。林锦之啊，林锦之，你太能干了，我这小小的清吏司怕是容不下你了。大人谬赞，下官愚钝，不敢称能干。不敢？你是不敢还是不想？你把江西司的账本捅出那么大一窟窿，害得本官被户部尚书叫去骂了半个时辰，现在又有6、7个司的主事联起手来逼宫，要我把你调走。你说你是不是很能干？本官给你找了个好去处，云南布政司如今正缺一个核算军屯钱粮的赵模，我已经向吏部递了举荐，让你平调过去，官职还是正八品。大人，万万不可呀！下官自有身子骨弱，这应天府的秋风都能让我病上半个月。那云南，下官听说那边到处都是瘴气，毒虫遍地，下官怕是水土不服，去了不出3日就要一命呜呼啊！松手！哭哭啼啼成何体统？诈骗死不了人，
但你若继续留在户部，本官保证你活不过明年开春。那下官就这么定了，调令已经递上去了，这2日吏部就会有仆妇。你现在就滚回去收拾你的东西，别在这儿碍眼。是，下官遵命。林兄，你这才刚过50，你怎么就收拾东西准备散衙了？陈兄，你我兄弟一场，怕是以后没机会再见了。我可能要去云南了。云南？林兄，你是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那云南可是发配充军的地方啊，山高路远，瘴气横行，去了就别想活着回来了。下官也不想去啊，可这是周大人的安排，下官一个8品小官能有什么办法？大人，您找下官。你那去云南的调令被上面驳回了。为何？我他娘的怎么知道为何？吏部那边只传回一句话，说你这人另有任用。但你别高兴，这不是什么好事。下官没有高兴。你是不是在笑？没有，下官听闻噩耗，悲痛欲绝，只是在咬牙切齿罢了。滚吧！我的云南，我的田地，我的鸡，全没了。不对劲，完全不对劲！调令被驳回了，还按一句另有圣用。周德安没这个面子，户部尚书也不会管一个小官的去留。这应天府里能让吏部乖乖听话的只有一个人，朱元璋。那些眼睛从来就没有撤走过。装了3年的木头人，先农坛那句旧场唱词，退回去的5000碎银，他全都知道。我以为我在苟命，结果一直被全频道直播。他需要一把不结党、不贪财、只认死理的合掌刀，我就是那把刀。那下台倒水的手腕，像反手握着绣春刀，扫帚压得这么稳，分明是一杆长枪。那石狮子的眼珠子，刚才动了一下。林兄，你没事吧？你怎么老盯着那石狮子看，眼神怪瘆人的。陈兄，我在想，那石狮子是不是人扮的？林兄，那石狮子在户部院子里蹲了5年了，风吹雨打的，你见过谁能办5年石狮子不拉屎不撒尿的？你是不是魔怔了？我就是有点疑心病，最近晚上总做噩梦，没睡好。陈兄见笑了。那空心木柄里会不会藏着传声的铜管？坑底的暗沟里会不会蹲着个拿炭笔记录的剪脚？洪武4年，这些亏空的钱粮绕来绕去，最后都隐隐指向中书省。我卡住的是整个贪腐集团的钱袋子，前有皇上的眼睛拿我当饵，后有庞然大物等着把我碾碎。这不是走钢丝，是在铡刀底下跳舞。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听说了吗？工部营事司的那个王主事，昨日被下了大狱了。怎么回事？王主事不是胡参政的远房外甥吗？谁敢动他？就是因为他是胡参政的人才被盯上了。据说他督造宫墙时虚报了2万两的用料，被亲军都尉府的人抓了个现行。我的天，2万两，这胆子也太大了。谁说不是呢？都说现在朝中的大事都得先过了中书省胡正正的手。这王主事怕是觉得有大树罩着，才敢这么无法无天。胡惟庸，历史的车轮已经滚到那个危险的阶段。林兄想什么呢？算盘珠子都快让你盘出包浆了。下官再算一笔烂账，脑子不够用。
卡住了。林兄，你刚才也听到了吧？胡参政的事儿。胡参政？哪个胡参政？我的林大人，哎，这应天府里除了中书省那位胡惟庸胡参政，还有哪个胡参政？现在这朝堂上，他老人家说句话，比咱们户部尚书的官印都好使。陈兄，你这话下庭不是这就听不明白了。他胡惟庸只是个中书首次参知政事，说到底是个副手，权力怎会大过丞相？林兄，你是不是读死书读傻了？官场上看的是实权，不是名头。李善长、李相国如今闭门谢客，汪广铺、汪丞相成日里只知道吟诗作饭。这中书省的大印，实际上全由胡丞相掌管。他现在是没坐上丞相的那把交椅，但干的却是丞相的活儿。6部的大事小情，全是他一句话的事儿。你还真以为有丞相压着他呢？皇上是那么好糊弄的人吗？丞相不管事，胡惟庸大权独占，这根本是在养猪。洪武4年，离胡惟庸案还有9年，户部这帮人背后靠的就是这棵大树，而我这个查账的赵模，正挡在人家石扛前面。行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你只要记住，以后在户部看到姓胡的，或者跟中书省沾边的人，客气点，躲远点，闭眼签字总没错。不行，还不够，必须更低调，更像个无可救药的废物。又有什么账对不上？回大人，账是对的，只是下官愚笨，方才核对山东司账目时手脚不听使唤，不慎将墨汁滴在了名册上，污了字迹。林锦之，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朽木，合个账你能把册子给污了，你连笔都拿不稳吗？下官该死，下官刚才听同僚说起亲军都尉府抓人的事，心里害怕，手一哆嗦就……滚！拿去让书干重新滴血，再有下次，本官剥了你的皮！是，下官这就去。吴长史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哪位是林默？林兆官。下官正是林默。胡禅正听说过你，说你是个干净人。这不是夸奖，这是催命符。我卡烂账是想向皇上证明我是纯臣，在他们眼里，却成了一条能利用的孤狼。下官愚钝。这是胡承正的一点心意，拿着喝茶吧。结了，9年后剥皮食草，当面退回去，今晚就可能被套麻袋，沉进秦淮河。林兄，林大人，快打开看看啊！胡参政出手，那绝对不是小数目，50两。林兄，这可是你整整2年的死俸禄。这还不算，关键是这代表了胡参政的赏识，以后在这户部，连周郎中都得看你的脸色行事。下官不想要这种发达。你是不是傻？这可是胡赞正送的。满朝文武多少人提着猪头想往胡琛府上相送钱，都找不着门房。下官确实是傻。你不花50两银子，你去秦山湖包个最红的花魁都能玩上10天半个月了。你锁起来生小银子啊？下官不敢花，这钱有毒。真是烂泥扶不上墙，给你机会你都不中用。钱收了，皇上肯定已经知道了。唯一能自证的办法，就是让这50两原封不对。哪怕穷得天天吃发霉的糙妹，这钱也绝不能少一个铜鞭。念今日申时，胡惟庸府吴长史造访户部清祭司，赠林默银票50两。林默面露惧色，随后将其锁于案下破屉之中。同僚陈奎劝其挥霍，林默答曰：“此钱有毒，不敢花分毫。”钱有毒。洪武元年，中书省郎中。洪武2年，升中书省左丞。洪武3年，拜中书省参任政事。3年，从正五品郎中爬到从2品参政。
皇上御下极严，怎么会容一个人这么快独揽大权？洪武13年，胡惟庸案发，前后株连3万余，秦淮河的水都是暗红的，这是在养蛊。那50两就是胡党撒下来的饵，不能碰，更不能还。还了，明天就可能被扔进秦淮河。等将来案发，校尉踹开我家大门，撬开这抽屉的时候，这张连个折角都没有的银票，就是我不曾同流合簪的铁证，这叫物证留存。必死之人，离得越远越好。暴君喜怒无常，伴君如伴虎。我就待在这个圈里，哪儿也不去，不越界，不贪财，不惹事。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林兄，在里面吗？林兄，你这解个脚，怎么还有一股子烧纸的味道？你在里面烧什么了？烧账册草稿。账册好端的，你跑到茅厕里烧什么账册草稿？户部大院里那么多火盆，不够你烧的？因为怕被人看到。你那草稿上是写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吗？写了数字，算错的数字。若是被人看到下官连这么简单的账都能算错，会嘲笑下官的。这脚步声，半个月前，就是他把那50两催命的银票放在了我桌上。吴长史，您怎么又亲自过来了？快请进，快请进。收了钱没退，在他们眼里，我半只脚已经上了贼船。现在是来让这把刀替他们干活的时候了。下官林默见过吴长史，不知长史大人有何吩咐？胡参政前些日子听闻了林大人退还账册的事迹，胡参政觉得林大人是个实诚人，所以参政大人特意手书了一封信，让我带来给你看看。下官不敢看。林昭昭，你这是什么意思？胡占正的亲笔信，满朝文武求都求不来，你敢不看？下官才疏学浅，胡占正那等惊天畏地的大文章，下官若是看了，也是对牛弹琴，白白糟蹋了占正大人的墨宝。胡参政的意思很简单，以后这户部里凡是牵扯到中书省各部院的账目，林大人高抬贵手，闭眼盖上你的照模印，只要你肯识时务，胡参政保你3年之内穿上正4品的大红飞袍。3钱内穿红袍，3年内酒足消消乐还差不多。这句回答既是说给他听，更是说给头顶上那位听。吴长老，下官是朝廷的官，识的是大明的俸禄。下官这脑子笨，听不懂那些弯弯绕绕的规矩。下官只听皇上的话。皇上让下官核账，下官就核账，账目对不上，下官就不敢盖印。除此之外，下官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敢做。他疯了，他这是拿皇上压胡惟庸。好一个只听皇上的话！林锦之，你给我等着，我倒要看看你这块又臭又硬的石头能在这户部里硬到几时！我是不是装过头了？那可是胡惟庸的人。今晚散衙回家，我不会真被套上麻袋沉进秦淮河吧？要不今晚睡户部库房，好歹有金甲卫士站岗。吴长史怎么气冲冲的走了？你到底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陈兄，我好像说错话了。你说什么了？我说，下官只听皇上的话。你不要命了！在这应天府，宁得罪阎王，莫得罪胡参政。你这是指着胡参政的鼻子骂他越折呀！你把皇上搬出来压他，你这是把钟叔叔往死里得罪呀！我也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命，我就是个榆木脑袋，当时心里害怕，随口一说就出来了。你真是个疯子！只要皇上不杀我，胡党想在京城里明目张胆弄死一个朝廷命官，也没那么容易。跟我来一趟。
林锦之，你到底想干什么？胡摄政的人你也敢得罪？你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想拉着本官一起给你垫背吗？回大人，下官没有得罪吴长史，下官只是不会站队。在这应天署里，你不会站队，你会死！你以为搬出皇上就能保住你？胡振正想捏死你一个八品赵模，比碾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大人，下官若是站了队，也会死。也会死。他会容一个臣子永远骑在皇权头上？你好自为之吧。从今往后，出了这扇门，别来找我了，我怕被你牵连。下官明白。等等，你那个书案下面的柜子里锁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怕丢了。你是不是有病？哼，账册若是丢了，再找书办重新抄写一份便是，至于当个宝贝一样锁起来吗？大人的账册可以重抄，但下官的账册丢了就没了，没有副本。下官的账册丢了就没了。他说的不是账册，是那50两银炮，是他自己的命。哼，你真是个怪人。林兄，你刚才在走廊上怎么连个招呼都不跟周大人打？你和周大人有仇？没有仇。没仇你干嘛躲着他走？我和周大人不熟。不熟？他可是你的顶头上司，正5品的清吏司郎中。你一个8品赵模，你说你跟顶头上司不熟？确实不熟啊。平日里除了公事，下官连周大人家有几口人都不知道，怎么能算熟呢？林锦之，你自求多福吧。在这官场上跟上司不熟，你这辈子算是走到头了。不熟好，不熟才安全。这大明的官场里，熟人都是用来背锅和垫背的。发递报了，各司主事赵模书办人手一份。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着中书省参任政事胡惟庸为右丞相，总理中书省一应政务。他真的当上右丞相了。史书上那几行字掉到地上，就是几万人都落地。户部和中书前钱粮对接最紧，是重灾区里中的重灾区。林兄，你看敌报了吗？胡参政升任右丞相了，名正言顺的中书省一把手。咱们户部平日里多受中书省辖过，如今胡丞相大权独揽，咱们这底下办事的人，以后就算是有个更硬的靠山了。林兄，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嘴唇都白了。没事，我就是有点冷。现在是7月3伏天，外面树上的狗都被热吐舌头了，你跟我说你冷？我体寒。林锦之啊，林锦之，你这人真是一点官场上的灵气都没有。天大的喜事摆在面前，你竟然搁这儿体寒。养猪计划进了最后的催肥阶段。这7年，胡党会极度膨胀，稍有差池，我就会被碾成粉面。洪武6年7月，胡惟庸升任右丞相，危险等级 Max。
盖了印不写数字，这就是空白支票。拿印的人想填多少填多少。陈兄，这几本账册有些蹊跷，为何上面盖着布政使司的大印，数字却是空白的？空印文书啊，你来户部也2年多了，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空印文书。咱们大明朝幅员广阔，那些地方官大老远的把粮食和账本押解进京，这一路上粮食有属号，有水饺，有飘没。等到了京城户部一核算，那实际入库的数字肯定跟他们当初在地方上造册时的数字对不上。如果对不上，按照户部的规矩，那账本就得打回重做。你想想，那地方难道还要再花2个月时间跑回广东重新盖个印？那这1年啥也别干了，全在路上跑了。所以为了方便，他们就在地方上提前盖好一叠空白的印章文书带在身上。聪明，等到了户部，跟咱们清吏司的官员核算好了实际数字，直接往那空印文书上一填，这不就省事儿多了吗？从元朝的时候就是这个老规矩了。这合规矩吗？上到布政使，下到知县，全天下的人都没人例外。你说合不合规矩？下官问的是合大明律的规矩吗？不合，但大家都这么干。那为什么还这么干？因为方便啊。林锦之，你是不是脑子转不过弯来？方便就与法不合，皇上知道这事吗？应该清楚吧，毕竟都这么多年了，上边没说不许这般行事，也不曾明令程许，就是体谅众人办事辛苦，不予深究罢了。不予深究，当下不曾管束，只是还没有腾出精力处置，这并非默许，乃是潜伏于静水之下的隐患，等到隐患爆发，便会掀起一场风波。凡官文书必须数目完备，实有详信，方可盖印。若有欲盖空印者，杖80，精神官员同罪。陈兄，律法上写的明明白白，杖80。林兄，这律法是摆设，是开国的时候定的死规矩，现在全户部、全天下都没人当真的，你在这较什么劲儿？我当真。在别人眼里是惯例，在我眼里是炸弹。我的印盖上去，洪武9年案发了，我就是同谋，就是欺君的铁证，绝对不行。数目空白，印信欲盖，为大明律户律第37条。下官实不敢用印方行，原卷退回。得罪全天下的官员，顶多是被排挤，被穿小鞋；得罪奉天碟里那位，只有一个下场。林兄，你是不是真疯了？你就算要较真，也得看看这账册是从哪儿来的。这可是福建布政司的折子。福建的折子就不受大明律管刷了？你别跟我扯大明律。你知道福建离京城有多远吗？一来一回，光是路上就要耽误整整3个月。你现在一笔把账退回去，今年的春账就得拖到秋天去。你这是在要福建那些大人的命。那就等3个月。等3个月？林锦之，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干，地方上的官员会把你骂死的。他们会把折子递到尚书大人那里，告你一个故意刁难、阻挠政务的罪名。骂就骂吧，总比砍头强。离空印案只剩4年，骂名算什么？只要皇上不杀我，全天下指着我鼻子骂，我也当听小曲儿。荒唐！本官为官30载，还从未听说过如此荒谬之事。带去的空印文书竟然被户部本衙的人全打了回来。今年的春粮账目若是交不上去，耽误了朝廷的钱粮拨付，这个责任谁来担？大人息怒，实在不是卑职办事不力，卑职到了户部清吏司，前期的核算都与主事大人们对好了，谁知那个负责验印放行的赵某死活不肯过印，非说咱们的数目空白是违了大明律。赵模，区一个正8品的赵模，也敢卡我唐城部布政使史司的文书？户部的尚书和侍郎都是死人吗？任由一个芝麻官在底下瞎折腾？大人明鉴啊，卑职打听过了，那个赵朝名叫林默，这人简直是个不可理喻的疯狗，
不仅是咱们福建的账，就连浙江、山东、湖广的空印文书，全都被他以同样的理由打回去了。好一个林默，好一个正八品！笔墨伺候。本官要亲自写信给户部清吏司郎中周德明，若是他不给本官一个交代，本官就将此事写成奏折，直接到交御前，参他一个纵容下属、阻挠地方政务之罪。来人，去把那个混账东西给我叫来！下官林默见过周大人。你自己看看你惹的好事！这是福建布政使亲自写来的信，正三品的封疆大吏。林锦之啊，林锦之，你不过是个区8品赵模，竟然能惹得3品开完写信来骂你，你这面子可真是大的能捅破天了。回大人，下官只是按规矩办事。按规矩办事？全天下都知道空印文书是为了方便地方路远核算，从元朝到如今，百官皆是如此。你非要抱着一本大明律把所有人都往死里得罪吗？大人说的对，下官是死的，规矩也是死的。正好。你真是块石头，一块茅坑里的臭石头！若大人没有别的吩咐，下官还要回去核对湖广司刚送来的退账，下官告退。林兄，周郎中没把你扒皮抽薪？周大人仁厚，只是教诲了下官几句。这日子没法过了，以前一天能干完的活，现在倒好，账册退回去，地方官死活不愿意走，天天在户部大院里跟周郎中扯皮，咱们这不上不下的，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你说这林兆普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大家都是为了行个方便，他倒好，非要抱着那本大明律啃，这全天下的官都默认的规矩，他一个人能顶得住？他不是有毛病，他是太死板。地方上的老爷们送礼他不要，周郎中拍桌子他也不怕。咱们算是倒了8辈子血霉，摊上这么个上司。骂得好，底下的书办怨声载道，同僚避之不及，这人设立得稳。要是这怨气大到连尚书都觉得我碍眼，联名把我革了发配，云南山清水秀，当个选检也比现在滋润1万倍。林大人，您这样搞，咱们下面的人是真的没法干活了。这福建的账册被打回去，重新填了数字，再盖印送过来，少说要等3个月。大人，这3个月咱们赵模所干什么啊？你们可以擦桌子。擦3个月桌子？我从不开玩笑。要不，现在就开始。孙老哥，你们这日子过得也太憋屈了吧？你们跟着这位林兆母，成天就在这儿扫地擦灰，前途算是毁了。老实说，你们是不是很恨他？不敢恨，人家是正8品的官，咱们只是个不入流的书办，哪敢恨大老爷？就是想打他。老哥，你这话算是说到兄弟心坎里去了。我也想，他天天卡着账目，连带着咱们整个清吏府都没好日子过，我做梦都想套他麻袋。你们想打谁？没有，下官在说打苍蝇。对，打苍蝇。这天太热了，院子里的苍蝇实在太多了。下官和陈大人正商量着怎么打苍蝇呢。确实该打，若是抹布打不着，可以去后院找2把大蒲扇。苍蝇多了，确实烦人。这人走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简直像个鬼一样。好啊，咱还没发话，这帮人倒是先急了。空印文书这帮贪得无厌的狗东西，拿着大明律当擦屁股的纸，现在终于有人敢跳出来管了，他们就急得跳脚了。
数目空白，印信欲盖，为大明律户律。下官实不敢用印发行，原将退回。林兄，你这手劲儿见长啊！湖广司的账你也敢退？你不知道湖广布政使是胡丞相的门生吗？大明律里没写胡丞相门生的账可以面检。林兄啊，哥哥我是真看不透你。上个月中书省那边又提拔了几个郎中和主事，全都是胡承建那样的。你这资历也算老了，你就不想升官？不想。那发财呢？随便对几本大账通融一下，哪怕不收胡党的银子，地方上送来的探镜兵镜也足够你在应天府买个3进3出的大宅子了。你就不想发财？不想。不升官，不发财，每天起早贪黑的核算烂账，还得罪全天下的人，那你到底想什么？活着。唉，林锦之啊，林锦之，你这人真是毫无追求。陈兄说的对，某愚钝，活着就是最大的追求。你懂什么？在这动不动就剥皮食草的洪武朝，全虚全眼活到永乐元年，拿那10个亿，这是全宇宙最伟大的追求。奇葩，真是个绝世奇葩。唉，洪武7年了，弹劾的折子泥牛入海，皇上留中不发，就是我最大的护身符。可这风平浪静，是火山喷发前最后的宁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2年总算学乖了。应州秋粮25万担，水饺蜀号飘沫共计3万担，生州20万担，25减3万该是22万，凭空少了2万担。不盖空印了，却把上下其手的份子钱填进了实数，这帮人是真不怕死。应州25万，耗损3万，实烧应为22万，账面仅录20万，亏成2万担，去向不明。下官愚钝算不明白，原卷退回，请重核。周郎中，你们清吏司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布政使大人息怒，您这是从何说起呀？从何说始？2年前你们那个赵模说文书数字空白，不合规矩。好，本官认了。今年本官亲自押解秋粮信经，数字换算的清清楚楚填上去，印也盖得结结实实。结果呢？刚才通政司的人又把账册给我退回来了。这户部的规矩历来都是实收打个折头，大家彼此行个方便，怎么到了你这清吏司就偏偏过不去了？你是在故意针对我福建布政司吗？林锦之，又是这个活爹！大人，您消消气，您可是误会下官了。借下官10个胆子，下官也不敢针对您呐。实在是下官管不了那个林默啊。你堂堂正5品郎中，管不了一个正8品赵模？大人明鉴，那林默他退账，连户部尚书大人的面子都不给。大人您若是不信，下官带您亲自去看看。您是正3品的封疆大律，您亲自跟他说，他总该卖您个面子吧？哼！带路！本官今日倒要看看这生了3头6臂的林兆默到底是何方神圣。你就是林默。下官清议司赵林默，见过布政使大人。免了。林兆默，本官问你，这账册为何要退？回大人，这账目上少了整整2万石粮食，去向不明，下官愚钝，不敢盖印放行。林兆谋，你知不知道你这一退，本官要损失多少？这2万石的账面亏空，本官要派人重新核算，重新在地方上调拨凑齐，这中间耽误的人力物力，你一个8品小官担待得起吗？下官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你凭什么退？因为账目不对。账目不对可以商量，大家各退一步，你高抬贵手盖个印。
本官承你这个情，这难道不好吗？大人，商量了，日后皇上查下来砍头的时候，跟皇上商量吗？你好一个林锦之！林兄，你真是要命啊！你知不知道刚才那是谁？福建布政使正三品的大员，你又得罪了一个封疆大吏。得罪就得罪吧，反正他也不认识我，我也就是个干活的。他不认识你，他以前是不认识你，但他今天专门来京城找你。林锦之，他不仅认识你了，他还把你这张脸死死地刻在脑子里了。那完了，出事了，出天大的事了！大人，出了何事？江西袁州府有个知县贪墨酷良，亲军都尉府的暗探奉旨去查账，那知县百般狡辩不肯认罪，简舍便拿着他造的册子去江西布政使司对账，这一对出了塌天大祸。江西布政司留党的账册上确实盖着布政使的大印，可是那些查账一眼看出了端倪，那账本上的印泥是旧的，可填写的数字墨迹却是新的，那些都是空印文书。空印！皇上发了雷霆之怒，江西布政使当场被扒去官府，打入死牢。布政司上下几十名经手官员，连同那个知县，全部就地正法，人头落地。快去查底账，把这几年各省交上来的存了档的空印账本全给我翻出来，趁着亲军都尉府还没维护部，想办法补救，快呀！林兄，你早就知道会出事？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你为什么死活不让用空印？因为不合规矩。林锦之啊，林锦之，你这不叫怕死，你这叫有先见之明。还好我是个负责检校存抄的跑腿，不碰这些盖印的数字，不然我也得吓死。你又不碰账，你怕什么？我怕你连累我呀！咱俩坐得近，锦衣卫来抓人，冲进这角落，一看咱俩是邻居，顺手把我一起带走怎么办？那你去把桌子挪远点。林锦之，你这人真没良心！我是在关心你。我不需要关心，我需要安静。林兄，你说皇上会不会查到我头上？我虽然不碰数字，但我给哥斯送过那些空印文书啊。你只是跑腿，又不是主印。大明律追责，皇上杀的是经手数字、盖章画押的人，你最多挨顿板子。你这话是安慰我吗？我是在说事实。你能不能换个说法？你不会有事的。唉，这就对了嘛，这还差不多。大概率是这样的。你大爷的！陈规不会有事，可这屋里忙着做旧账的人，大半活不过今年冬天。屠刀举起来了，就不会因求饶落下。林大人，您坐这儿。林赵将整日操劳，这素面怎么能吃得饱？来，这盘肉算本官请你的，多补补身子。多谢大人美意，下官脾胃熏寒，吃肉容易积食，这素面挺好。看见没？油盐不进。废话，人家现在可是咱们户部的活祖宗，你那盘卤肉也拿得出手？这林锦之怕是早就听到了什么风声吧？这2年他死活不肯在空印文书上盖章，
把全天下的布政使都得罪光了。当时咱们都当他是疯子，现在看来，人家那是早就知道皇上要查空印。这小子上面肯定有人，说不定就是皇上安插在咱们户部的暗探。暗探，先知，在这吃人的洪武朝，名声越响，死得越快。吃完这碗面，回去当隐形人。林兄，林大先知，你现在可是咱们户部的红人了。山东司的崔主事，你还记得吧？就是当年因为你退账，在职房里指着鼻子骂你的那个。崔主事怎么了？他现在慌了神了，他手里压着好几本去年没做平的陈年旧账，上面也都是盖了空印后补填的数字。他怕亲军地卫府的人查到他头上，昨晚连夜让来找我，说想请你喝顿花酒，探探风声。我滴酒不沾。哎呀，不喝酒喝茶也行啊。崔主事透了底，只要林兄肯高抬贵手，在他那几本陈年旧账上补个照检印，他愿意私下给你封这个数，10两银子，那可是白花花的10两雪花银呐！都在城外买2亩上好的水田了。陈兄，你替人传这种话，不怕挨板子？我就是个传话的，这不看在10两银子的份上，替他问一嘴吗？江西布政使司刚刚杀了一批人，连3品布政使都进了死牢。崔主事的账册有没有问题？你心里没数？我就是觉得10两银子确实不少。我的脑袋比10两银子多。陈兄回去转告崔大人，某是个死心眼儿，以前不签的账，现在不签。他若是再让人来传这种话，下官就只能带着他的账本去通政使司敲登文窟了。我再也不传了，你全当我今日没来过。江西岸几百颗人头落地，屠刀之下，皆是规矩。朕的钱粮，岂容尔等如此欺瞒？空印一事，主印官员一律处死，左则官杖打100，流放3000里，知情不报者同罪。奉旨捉拿空印案要犯，所有人待在原地，不许动。你就是林默，当年太常司那个擦边钟的。下官正是。你的账目呢？你倒是提前准备好了。下官只是按规矩办事。那个检校陈居是谁？下官就是陈规。你经手过空印文书没有？下官冤枉！下官只负责检查印章真伪和公文格式，下官从来不碰数字啊。陈检校确实不负责账目核对，他的职责与空印数字无关。行了，没你的事。林兄，吓死我了！万一他们刚才把我当同党抓走呢？诏狱那种地方进去了就出不来。你是检诏，不碰数字，大明律法上不追究。那你怎么不早说？你当时只说我大概率不会有事儿。我是说过，但我从不把话说死。林兄，你这人天天这么活着，不累吗？累，但人还活着。
他们不是不知道空印违法，只是心存侥幸。在这年月，侥幸的代价是命。错的、假的、空白的前后打架。这帮蛀虫，朕的江山，朕的天下，被他们啃成了筛子。他们当朕是瞎子，当朕是聋子，合起伙来把朕当猴耍。林默，那个太常寺来的木头，那个为了5000银子要写失物招敬的9品小官。满朝文武都在欺朕，都在骗朕，都在为自己找油水。唯有这个林锦之死死抱着那本大明律，硬扛着全天下人的口水，守着朕定下的规矩。这个林默，是不是当年在太常寺那个？回陛下正是。先农坛祭典时，太常寺卿吓得忘了词，也是他稳稳当当接上的唱词，保全了皇家颜面。胡惟庸派人去拉拢他，送了他50两银子，他不仅没收，还说那钱有毒。陛下英明。他调到户部这几年，把各省送来的空印账目全退了回去。他宁可得罪顶头上司，也死活不肯在上面签一个字。陛下神机妙算。你能不能换个词？陛下说的对。滚！愚钝，满朝的聪明人全都被朕送进了大牢。你为了苟全性命，死守规矩，得罪了所有人，却唯独没有得罪朕。你这哪里是愚钝？朕看你是大智若愚。好，很好。回来。传旨吏部，空印案结案后，太常寺出身的那个林默，不用在底下做诏官了，升户部中征，掌清吏司。陛下，那林默如今只是个正8品的诏模啊，户部军中可是正5品，这中间差了整整6个品级，连升数级，这恐怕不合吏部的规矩。规矩？这大明朝的规矩是咱定的，咱现在把那些不守规矩的贪官全杀了。这户部上上下下空出了大半的位置，这池子水太脏了，朕需要一块干净的又臭又硬的石头去镇住那个深渊。咱说升就升。奴婢遵旨。这不是恩典，是让我来给这座坟墓收尸。林兄，不，林大人，您歇会儿吧。您这样没日没夜的干，会猝死的。猝死也比砍头好。你就不能换个比喻？我可没时间想比喻。把浙江司的底本给我拿过来。周大人，您坐。规矩不能乱。你现在是代理郎中，我该叫你林大人。下官不习惯，我也不习惯，但这是规矩。老夫在诏狱里走了一遭，算是彻底明白了，这规矩比命大。把那些没整理完的旧根稿拿给我吧，老夫还能写几个字。林兄，喝口热粥吧，灶房刚熬出来的。林兄，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永乐元年。什么？永乐？那是何意？没什么，我说等账目理清了，头就没了。你这人大半夜的又说这种晦气话，什么叫头没了？我就不该心疼你，给你端粥。
林默接令。奉吏部天官令，户部清祭司赵模林默在空印案中查验账目清晰，无一错漏，实乃刚正不阿之臣，兹擢升为户部清祭司郎中，正五品，即刻上任。林大人，接令吧。下官谢恩。站得越高，死得越快。上一任郎中只是失察就进了诏狱，他是嫌我这把刀不够快，淬错加钢，要拿去砍更硬的骨头。林兄，你正五品了。我们同年入职户部，我到现在还是个不入流的8品检校，你这就成了郎中大人了。我也不想的。你不想升官？不想。你是不是有病？这天底下还有当官不想往上爬的？我没病，我只是怕。哎，你不懂。怕死？升官怎么会死？当了郎中，俸禄翻倍，手里有了实权，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好事儿。升得越高，摔得越惨。8品赵模算错账，最多流放；5品郎中算错账，是要剥皮食草的。你说的好像有道理。我从不说没道理的话。恭喜林大人高升，林大人如今执掌清吏司，日后还请多多照拂下官呐。是啊，林大人这般受皇上器重，将来封侯拜相也未可知啊。在下惶恐，全靠皇上恩德。在下才疏学浅，日后还得仰让诸位大人鼎力救助。林兄，你知不知道，刚才那几个人转过身，就在背后说你坏话。说我什么？他们说你是个不知变通的榆木疙瘩，能升官全是因为走了狗屎运。他们说的很对。你不生气？人家骂你走狗屎运啊！不生气，狗屎运也是运，总比倒霉运强。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朕养你们这些官员，是让你们替朕分忧的，不是让你们欺瞒朕、掏空国库的。空印，空印！你们把朕的江山当什么了？印章在地方盖好，数字到了京城再填，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你们当朕是瞎子吗？当着大明律是摆设吗？你就是林默，那个把户部账目做得干干净净，死活不签空印文书的林默。下官正是。你小子可是让全朝堂都开了眼了。昨日夜里，皇上在东暖阁把你退回的那些账册和签呈翻看了1个时辰，你这次可是箭在地心，前途无量啊！下官惶恐，你今年多大了？28岁的正五品郎中，老夫在这官场上熬了半辈子，40岁才勉强升到4品。你这般年纪便能执掌清吏司，真是后生可畏呀！可畏的不是我，是上面坐着的那位。要不是缺个镇场子的，轮得到我这块石头？林兄，不对，林郎中，第一次以5品大员的身份进奉天殿上朝，什么感觉？腿麻。就这？那可是奉天殿，皇上就在你头顶上，满朝文武都在，你就只觉得腿麻？还有尿急，但不敢去。为什么不敢去？人有3急，你憋着不难受吗？朝会上离席，算御前失义。按照大明律例，轻则廷杖30，打得皮开肉绽；重则直接按大不敬之罪处处，拖出去砍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官做得越大，离鬼门关就越近。我以后打死也不升官了，就在这剪脚的位置上熬到死。你不想升官了？不想了，跟你学的，怕死。学得好。唉。洪武13年，胡惟庸伏诛。现在是洪武9年冬，满打满算还有3年多一点。他贪得越疯，到时候死得越惨。
3年多。丞相，空印案的屠刀砍了3个月，户部上下几乎被清洗一空。但这个林默不仅毫发无损，还连升数级。此人是不是早就算准了皇上的心思？深藏不露。他若真有这份算计天下的本事，就不会在太常寺那个破地方擦了3年边钟。他不碰空印，是因为他死抱着大明律不撒手。皇上用他，是因为他干净，仅此而已。丞相所言极是，下官之前也派人仔细查过，此人确实是个怪胎，从不收礼，从不站队。最绝的是，当年下官替您送去的50两银票，这都4、5年过去了，还一直锁在书案最底层的破柜子里，1文钱都没敢动。倒是个硬骨头，只是户部这处财权要职，如今大半握在我们手中，皇上却把他搁在此处，处处掣肘，总得给他挪挪地方，或是将他收为己用。去把户部新任的左侍郎叫来，你去探探那个林默的口风，就跟他说，本相很欣赏他办事的干练，只要他识趣，知道这大明朝的规矩到底是谁定的，明年经查，本相保他再升一级，做户部的右侍郎。下官这就去办，请丞相放心。那林默不过是个28岁的毛头小子，面对这等通天大柄，绝对会感激力敌的跪伏在丞相门下。林郎中，忙着呢。下官林默见过侍郎大人，不知大人有何吩咐？林郎中，本官今日来是替中书省的胡丞相给你带句话。胡丞相说他很看重你的才干。又来了，这个催命鬼还是没打算放过我。下官惶恐，下官愚钝不堪，实在当不起丞相大人的看重。林郎中过谦了，胡丞相说了，只要你肯在户部的账目上多行些方便，明年丞相保你升任户部侍郎，那可是光宗耀祖、位极人臣的通天大道啊！大人，下官干不了啊！你干不了什么？你不想升官？下官想升官，做梦都想。可是大人您想啊，下官连这清吏司郎中的位子都坐得战战兢兢，若真去当了侍郎，下官这蠢脑子3天就得惹出掉脑袋的大祸。下官死不足惜，可若是因此连累了保举下官的丞相大人，让丞相大人背上一个识人不明的罪名，那下官就是万死难辞其咎了呀！你就不怕不升这官，得罪了丞相大人？下官只是个在底下算账的，丞相大人日理万机，心胸宽广如海，总不会跟一个只会拨算盘还怕惹事的算账仙人计较吧？好得很，林上郎果然是个明白人，你好自为之吧。下官看那林默就是给脸不要脸，丞相，要不要下官在户部找个由头把他给……不必，不过是个怕死怕到骨子里的五品郎中，翻不起什么大浪。这种硬骨头，本相见得多了。等时机到了，在这官场的大熔炉里，再硬的石头也会被烤软。眼下最要紧的是把御史台里那几个老顽固的嘴给堵上。等本相彻底收拾了那些碍事的障碍，再来慢慢料理这只不听话的蚂蚁。胡惟庸的网收得越来越紧了，不站队，不贪财，不擅权，继续装傻。这13个字是我唯一的护身符。这次来的是侍郎，下次呢？我这块石头还能在夹缝里硬撑多久？还有3年多，洪武13年，胡惟庸案，快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中书省参知政事胡惟庸才略兼备，勤勉长成，兹擢升为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总理中书省一应政务，钦此。微臣胡惟庸叩谢皇恩，吾皇万岁万万岁！左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拿这块肥肉做饵，把满朝奸宴诱入池中，一网打尽。这口獠牙已然磨得锋利无比。林兄，你看到敌报了吗？胡丞相升左丞相了，位极人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要倒霉了。你说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你在这户部大院里咒左丞相倒霉？没什么，我是说他要倒霉了。你看，这都入冬了，天气转寒，他当了左丞相，府上贺客临门，
那肯定得烧不少炭火，可不得赶紧去买煤倒煤吗？你这是什么狗屁脑子！我在跟你说正经的朝堂大局。胡丞相升了左丞相，咱们户部平日里和中书省交集最多，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林兄，你现在好歹是个正五品的郎中，只要你稍微活络一点，遇到中书省那边批下来的条子，你痛痛快快的盖个印。有了胡丞相这座大靠山，咱们以后在应天府横着走都没人敢管。本官不需要靠山。这官场上风云变幻，万一哪天又来个什么空印案，你一个人扛得住吗？没有靠山，你怎么死都不知道。本官有账册。账册能当靠山？出了事这破纸能替你挡刀？账册不能当靠山，但账册能保命，靠山不能。朽木，你真是一块无可救药的朽木！现在是洪武10年，离永乐元年还有整整25年，1/4的世界。算了，不想了。他不是倦怠，是在等，等这棵大树的根全露到太阳底下，再连根拔起。洪武4年到现在，整整7年了。洪武4年，胡惟庸遣吴长史所赠，未敢弄用。林兄，你这是在弄什么玄虚？以防万一。防什么万一？这都多少年了，胡丞相估计早就把你这号人物忘了，你还防着谁？防有人说我和胡丞相有勾结。你不是没收他的钱吗？满户部都知道你林大路中是个茅坑里的石头，谁会说你跟他有勾结？收了。当时吴长史把钱扔在桌子上，我没退回去，那就是收了。那你这包起来又是几个意思？收了，但没花。没花，并且保存完好；花了的那叫受贿，是同党；没花的，这叫政务，是清白。林锦之，你这脑子窝在户部算账，真是屈才了。你这等刁钻的活命路数，不去刑部当个推官，简直是大明朝的损失。进。林大人，你有没有觉得皇上最近对胡丞相的态度有些不太对？本官没觉得。你别装了，这里没有外人。皇上最近大半个月都不怎么过问中书省的调征了。不仅如此，御史台那边参奏胡当的折子也全被留中不发，这绝不是信任，这是捧杀。周主事，本官真的不知道。本官只知道这几笔研制的折号算不明白，其他的事不在本官的职权之内。行，你就继续装吧，装傻是好事，在这世道，装傻能活命。老夫当年若是懂得这个道理，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当年你让我闭眼签字的时候，怎么不装？官场上没有后悔药，只有谁比谁苟得更彻底。明年就是洪武13年了。我不记得具体日子，但我只知道图节告发，胡惟庸死，然后就是人头滚滚。皇上驾到！有事早奏，无事退朝。那个停顿不对劲，不是平日的不耐烦。图节，难道就是今日？臣御史中丞图节有本奏。走。臣弹劾左丞相胡惟庸罔顾国法，专权跋扈，私通倭人，勾结北元残助，图谋不轨。臣查抵其与倭人密信数封，另有与北元书信往来，请陛下过阅。来了，图节告发，他本也参与其中，见事要败露，抢先倒戈。可告了同党，他自己照样是死。好一个胡惟庸，
你在中书省安踏了多少亲信？你把六部当成了你胡家的私产。去年战阳国使臣入贡，你为何瞒而不报？你以为朕不知道？朕还没死呢，你就替朕把天下分了。陛下，臣冤枉，图杰血口喷人，臣对陛下忠心耿耿。忠心耿耿？你胡惟庸在中书省干了什么？以为朕我不知道？刘伯温是怎么死的？刘伯温病故，与臣无关。无关？图杰说你毒杀刘江，可有此事？刘伯温是不是他毒的，没人说得清，但皇上信了就够了。皇上要杀人了。来人，扒了他的官服，打入诏狱。臣冤枉，臣冤枉啊！全清朝也10几年，就这么倒了。若当年我收了那些银子，今天被拖出去的，就有我。带走。太子只能沉默。皇上这不只是杀一个权臣，是在替他扫清障碍。胡惟庸一案，着锦衣卫、刑部、督察院3司会审，凡涉其党羽者，一律严查不贷。退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大人，听说胡丞相被抓了。那咱们户部，胡丞相可跟咱们有公文往来啊？咱们和胡惟庸没有任何往来。你回去把所有涉及中书省的公文全部调出来，重新核对。但凡有一点可疑的批注，立刻刮掉重写。大人，什么叫可疑？有胡字的。大人，您说胡惟庸真的谋反了吗？谋不谋反不重要，皇上说他谋反，他就谋反。胡惟庸，你死了就死了，别连累我。秦军都尉府办案，闲杂人等退避。户部清吏司郎中，林默是你。本官林默，见过百户大人。林大人，有人告发你洪武4年曾收受伪相府长史吴某50两银票，可有此事？确有此事。哼，既然认罪，那就走吧。百户大人且慢。你倒是准备的周全。本官只是按规矩办事，无功不受禄，来路不明之财，本官不敢花分毫。这银票你打算怎么办？逆贼之物，理应罚没。本官愿上交国库。以后长点眼，别什么人的东西都敢往柜子里收。本官记住了，多谢大人教诲。林兄，我一直没好好谢你。谢什么？空印案的时候，锦衣卫来查，你帮我说话，我当时还嫌你说话难听。如今想来，我要是帮他们送了空印文书，就算皇上开恩不砍我的头，这屁股也得被停整打开花。本官只是随口一说。你随口一说，救了我的屁股。本官不记得说过这话。你说过，你说碰空印的不是砍头就是打板子，你一个送文书的，离远点儿。既然你的屁股保住了，那你去把茅厕扫了吧。为什么又是我？我都谢过你了。因为本官的屁股不用你救，但茅厕确实该扫了。3天没扫，味道已经飘到正堂来了。你自己怎么不扫？你以前当赵辉的时候可是天天抢着干杂活。本官现在要算账。算账比扫茅厕重要。算错了会砍头，茅厕脏了不会。有道理，我去扫。林兄，等等我，今晚吃什么？糙米粥、咸菜。你这就没意思了。
你就不能吃点好的？你现在可是从5品的郎中，俸禄翻倍了。去前面的馆子里切半斤羊肉能花几个钱？省着点花，万一哪天被皇上革职了，手里有点积蓄，还能撑几年。你能不能别总想最坏的情况？你现在正是胜券正英的时候。想最坏的现在，才能活到最好。林兄，出事了！谁？隔壁司的刘郎中。昨夜里，亲军都尉府破门进去，连人带家眷一起套上枷锁拖走了。刘夫人当场吓晕过去，2个孩子哭得整条巷子都听见了。什么罪名？说是查出来他和胡惟庸的一个门客吃过一顿饭，就一顿饭，一顿。现在在哪儿？赵玉，能不能活着出来，看天意了。林兄，你就不怕那刘郎中跟你一样也是5品？你们每天在同一个院子里办公，万一亲军敌卫府觉得你跟他有瓜葛？我跟他说过话吗？一起吃过饭吗？好像没有。他请我喝过茶吗？没有，你谁的茶都不喝。那不得了了。所以我说不要和任何人吃饭。你就不和任何人吃饭？你连我的饭都不吃？你请我吃过饭吗？没有，你又不肯去。那就对了。户部清吏司，亲军都尉府例行查验，闲杂人等原地不动。太常寺抓王景是他，空印案查账是他，拿走那50两银票的还是他。百户大人，清吏司梁中林默恭迎查验。奉圣谕，清查各司与逆贼胡惟庸党羽之间的账目往来。你的账册呢？在这里。林郎中，你这儿的账是户部最干净的。本官只是按规矩办事。他们走了吗？吓死我了！你躲什么？我怕他看我一眼就觉得我是同党，那百户的眼神跟刀子似的，扫一眼就能把人扒层皮。他扫了我好几眼。那不一样，你有账册，你干净的跟刚出锅的白面馒头一样。我有什么？我就一个破纸砂壶，万一他问我你这壶是不是胡党送的，我上哪儿说理去？你这壶是你自己买的？对呀。那你怕什么？我就是怕，跟你待久了，什么都怕。胡惟庸死了，中书省废了，但皇上的刀没有收回去，这些提州还会再来，只要还有一只漏网之鱼，这场清洗就不会停。诸位同僚，免礼。本官郭荒奉皇上之命，添为户部侍郎，从今日起便要与诸位在这户部大院里同甘共苦了。郭桓，洪武18年郭桓案的主角，贪污2400万担，顶全国1年赋税。案发那天，6部侍郎全斩，鬼头刀都砍卷了刃。这个行走的绞肉机，现在是我的顶头上司。诸位，本官知道前阵子中书省出了事，户部受了牵连，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毛。本官来京城之前，在北平布政使司当了8年的左参政，在那苦寒之地，本官领悟到了一个道理：做官办事最要紧的就是2个字：效率。什么叫效率？就是快。本官查阅了这几日户部的卷宗，一个州府的钱粮核准竟然要在你们手里压上3、5天，这简直是荒谬！从今天起，账目核对要快，钱粮支放要快，文书流转更要快，别成天抱着那些繁文缛节不放，该通融的通融，该放行的放行。只要诸位按着本官的规矩好好干活，把户部的账面理得漂漂亮亮，本官绝不会亏待大家。年底的考评，各位的兵境探问，本官心里都有数。快，催命啊！慢，是在找错漏；慢，是保命。他要架空大明律，
给整个户部开贪墨的阀门，把所有人绑上贼船。散会，各司声张主事，即刻回直房办差。今日积压的文书，必须在日落前全部清空。林兄，你瞧见没？这位新来的郭侍郎看起来挺和善的啊，而且人家说了，只要好好干，绝不亏待咱们。咱们户部这回算是苦尽甘来了。陈简晓，那不是和善，是和淡。长得太和善的官，一般都不是好人。什么和淡皮淡的？林兄，你这是以貌取人。人家郭侍郎可是洪武4年的进士，在北平干了8年的左参政，那可是出了名的能艺。我不是以貌取人。那你是以什么取人？我是以史取人。什么史？林兄，我昨日去吏部递公文，托熟人打听了郭侍郎，此人来头不小，此番进京赴任，皇上单独在东暖阁召见，足足召见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啊！你想想，现在朝堂上风声鹤唳，6部尚书进去回话，哪个不是战战兢兢？这位郭侍郎出来的时候，外面的太监看得真真切切，他可是满面红光，走路都带风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皇上信任他。皇上的信任，天下第1等的毒药。他当年信任李善长，李善长满门没了；他信任胡惟庸，胡惟庸9族没了。郭涵现在有多受宠，将来就死得多惨。不对，他要贪，必须裹挟整个户部。我这个卡着13省钱粮最后一道官款的郎中，不是他第一个要搞定的，就是他第一个要除掉的。林兄，林兄，你在听吗？在听。那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可是咱们的顶头上官，他受皇上器重，咱们底下的人日子也好过呀。是挺好过的。郭亨黑名单第1位，难搞啊。化繁为简，3审3核改1审1核，特事特办，先拨付后补凭证，权责下放。10万担以下郎中直接签字用印，这是要变天啊！郭大人真是雷厉风行啊！可不是嘛，往日一笔账要拖半月，如今郎中直接签批，1日便可办结。最妙的是那条先支付后补凭证，以往地方上催钱粮，咱们没凭证不敢发，两头受气。如今有了郭大人的条子，咱们也算解脱了。解脱？这是通往鬼门关的单程票，1审1核撤掉所有制衡，先拨后补，就是没有印章的空印，比空印案更毒。郎中直接签字，责任全落在下面，他郭涵拿大头，好一个人渣！进。林兄，刚才看告示的时候，我看你脸色不对呀，怎么？你是不是觉得郭侍郎的新规矩不妥？你觉得妥吗？我觉得郭侍郎既然敢把告示贴在8字墙上，那肯定是有皇上点头的吧？不然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改大明律定下的章程啊。皇上点头，陈简相，你觉得皇上知道咱们户部的账目到底有多乱吗？应该知道吧？皇上圣明，手下又有亲军都尉府到处查探，户部这点事儿能瞒得过皇上？哼，既然知道皇上还会让他这么搞。皇上当年因为一个空印连杀几万人，现在郭侍郎搞出一个先拨付后补凭证，你觉得皇上若是看懂了这其中的猫腻，会点头让他干？那怎么办？这告示都贴出来了，各司肯定要照办，咱们清吏司难道还能抗命不成？别人怎么搞，本官管不着，但所有经过清吏司的钱粮调拨，必须有完备的申请凭证，少1张纸，少1个印，哪怕是边关急报，本官也绝不在拨付单上签半个字，宁可慢，不能错。林兄，你这是在公开打郭侍郎的脸，你这样会把郭侍郎往死里得罪的。得罪他比得罪皇上强，郭侍郎最多罢了我的官，给我穿小鞋，得罪了皇上，我9族都不够砍的。林锦之啊，林锦之，你就不能稍微圆滑一点吗？何必把话说得这么绝，把路堵得这么死？陈兄啊，在这洪武朝，圆滑了脑袋就没了。你说的对，我不懂那些大道理，但我懂怎么活命，这些事儿我不搞。你是检校，你不碰钱粮拨发的条子，只负责核对名乐和格式，你搞不搞无所谓。
我这是在向你表忠心，好不好？既然咱们清吏司不干，那我就帮你盯着点儿。若是其他几个司有人借着新规矩搞鬼、中饱私囊，我立马来告诉你。不用。为什么？抓住了他们的把柄，将来郭侍郎若是找你麻烦，你也有个应对的筹码呀。大明律例，知情不报。我若是知道了他们在搞鬼却不上报，将来案发，我就是包庇之罪。如果我上报了，郭涵立刻就会把我弄死在户部，所以他们干什么，与我清治司无关，你明白了吗？你这人真是，活该你能活到现在。凭证缺失2份，不予破发，传回原司补齐。来人，去把林丈中请过来，就说本官有要务相商。下官清吏司郎中林默见过郭大人。林郎中，免礼吧。本官来这户部也有段日子了，各司的郎中主事，本官都见过了，唯独林郎中你，成日里扎在库房算账，本官想找你喝口茶都寻不到人。下官愚钝，手脚慢，只得多花些时日理账，不敢耽误大人的差事。哼，林郎中，本官听说你那清吏司还在搞3审3核那一套。回郭大人，下官只是按旧制办事，大人的新规下来后，下官还在适应。适应？本官的新规是2月初下的，现在都3月中了，整整1个半月，你还没适应？下官愚钝，适应的慢。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下官是真的不懂。下官从小算学就不好，只会对照着大明律上的条文，一点一点按数字核对，稍有变空，下官的脑子就转不过弯来。那本官今日就给你说清楚，本官要的是效率。你看看其他12个司，哪个不是雷厉风行？唯独你清吏司，你知不知道，你卡住的不是白纸黑字，你耽误的是朝廷的大事。下官不敢耽误朝廷大事，但大明律户律第3卷明文规定，凡钱粮出库，必完凭证而后支，没有3方画押的凭证就播放。下官不敢。林郎中，你是不是觉得本官不懂大明律？下官不敢。那你是觉得本官定下这新规矩是在害朝廷？下官更不敢。那你为何死死卡着条子不签？大人，钱粮一旦出了库房，去了哪里就成了一笔糊涂账。将来若是皇上查下来，那条子上白纸黑字盖着的是下官的清吏司郎中印，下官怕算错账，下官怕死。行了，你下去吧。下官告退。他不是不懂，是算准了。他是皇上钦点的人，没有罪名，我动不了他。林兄，怎么样？郭大人发火了吗？没怎么样。没怎么样是怎么样？你到底按不按新规矩签那些条子啊？各司的人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我还在。那就好，那就好，只要你顶得住，咱们下面的人就不怕担该色。这神仙打架，只要不连累咱们凡人就行。洪武13年3月中，郭涵于职房强令先拨付后补平，拒之。他太急了。新官上任1个多月，就急着动国库的根本，这不是替朝廷办事，是给自己铺路。从今天起，是当面撕破脸了。郭桓新轨贴出后，户部12司的钱粮调破1、2天即可提银，清吏司无凭证折子全部夺回。下官怕算错账，下官怕死。林默。户部那个林默，他还在搞3审3核那一套。回陛下，郭侍郎定下的新规，那位林将中1条都没有执行。不仅如此，他还把所有没有凑齐3方凭证的钱粮折子全都打回了各司。这个林锦之胆子不小啊！郭桓是正3品的户部侍郎，他不过是个从5品的清吏司郎中，竟然敢当面顶撞上司。不过他顶撞的有道理，先拨付后补凭证。这等牵扯到国库根本的规矩，朕什么时候同意过？陛下，奴婢听说郭侍郎这也是为了朝廷的大局着想。
地方上遇到了急务，若是一直按着老规矩层层审批，怕是会耽误了赈灾和军机。朕知道他说了什么，朕当年就听郭桓的名字，理财算账有一套。但这等能干的人，往往胆子也大，胆子大的人手就容易伸得太长，手伸得太长就容易出事。这大明律是朕定下的，这规矩也是朕定的。他郭涵想在户部绕开朕的规矩，他真以为朕在这奉天殿里就成了瞎子聋子？起来吧，继续派人盯着户部，朕倒要看看郭桓手里握着这么大的权力，到底想干什么？朕也要看看那个林默在这股风浪里能撑多久。奴婢遵旨。户部新规推行以来，银钱流转倍增，地方称变，恳请圣裁立先拨付候补凭证化繁为简为朝廷律令，通行13承分报正始生。胃口太大了，户部的漏洞不够，还要把手伸向全天下的钱袋子。林郎中，这是浙江布政司过去3年的秋粮和盐称总册，郭侍郎吩咐了，这批账目事关江南钱粮大集，限您在3天之内务必核对完毕，签章放行。3天？浙江可是天下赋税重地，3年的总册少说也有上万笔进出流转，平时咱们清吏司7、8个人一起核算，还得大半个月。现在让林大人一个人3天算完，你们这是催命啊！陈简简，这话您跟郭大人说去，下官只负责传话。这账要是3天后对不出来，那就是清吏科办事不力，渎职之罪。林兄，他这是在明目张胆的给你穿小鞋，3天时间，就算是把你劈成8瓣也算不完。只要你期限一到交不出账，郭侍郎立刻就能拿大明律办你一个怠误军国重务的死罪。拉拢不成，威胁不听，他这是直接压死我。抗命是违抗上司，接下完不成是渎职。陈兄，麻烦帮我打盆井水来，要刚打上来的凉水。你干什么？你还真打算算啊？下官识君之路，自然要办君的差事。算不完是死，算算看，或许还能活。林默啊林默，这是你自找的。明日一早我就上奏陛下，说你林郎中失位素餐，延误江浙钱粮大计，看你有几个脑袋跟我作对。下官林默拜见郭大人。进。郭大人，浙江布政司3年总册，共计18642笔进出，下官已全部核对完毕，请大人过目。不可能，他一定是在胡乱画押。啊，你3天就做完了？下官不敢耽误大人的急务。这么大的账目，你就没有一笔通融？下官愚钝，下官只懂得按规矩核对，不会通融。行，林郎中果然是个能人，本官受教了。大人谬赞，下官告退。林兄，你不要命了！你这次算是把郭侍郎的脸扔在地上了。你这样下去，郭侍郎迟早要整你。我知道。那你还跟他硬来？你服个软能死吗？就在那账上稍微闭闭眼，大家面上都过得去，何必把路走绝？他整我，最多就是给我穿小鞋，把我从这户部清吏司的位子上调走。调走，我求之不得。你真想被调走？你现在可是正五品的郎中，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抢不来的实权位子。做梦都想。这户部就是个火药桶，我巴不得明天就被一脚踢出去。
那郭侍郎若是公报私仇，找个由头把你调到云南布政司去当个穷乡僻壤的知县呢？云南，太好了！云南山高皇帝远，不用天天面对这些烂账，更不用每天担心脖子上的脑袋什么时候掉令下来。我马上回去收拾包袱。你没救了！可我真的很想去云南啊！林兄，我跟你说个事儿。说，山东司的崔主事上个月收了郭侍郎300两银子。300两，够一个正六品主事好几年的俸禄，够在城外买几十亩水田。你怎么知道？我经手的公文里有一份是崔主事写给郭侍郎的谢函，虽然信里没明写银子2个字儿，但字里行间那个意思你懂的。你看了他的私信？不是私信，是公函。郭侍郎搞那个新规矩，现在各司主事直接把条子递到侍郎班房，那封谢函就夹在山东司请拨秋粮的公文里一起送来的。我不翻开核对名录，我能知道里面加了东西吗？郭桓开始用真金白银砸人了，这300两是喂狗的残羹牙日，也足以要你的命啊！陈兄，你以后别看了。为什么？这可是拿捏山东司的把柄，咱们清税司天天被他们戳脊梁骨，有了这个，看到了就得记住。记住了，万一哪天东窗事发，锦衣卫破门而入，你就是知情者。你说，我没说什么，我只是建议你以后经手的公文只看该看的，就算纸条掉在你脚面上，你也当做那是块废纸。那我已经看到了，怎么办？忘掉。这可是300两银子的事儿，老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忘不掉怎么办？那你别告诉任何人，连你家里的婆娘都不能说半个字，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可我刚才告诉你了。你没告诉我，我也什么都没听到。本官刚才一直在核对湖广司的账目，全神贯注。对，我什么都没说，我刚才就是进来给你添茶的，你什么都没听到。山东司已经上传，浙江司呢？湖广司呢？河南司呢？300两买下一个主事的良心，那账就全是郭夯的提款机。彪儿，你过来。父皇有何吩咐？你看看这个。父皇，这数据异常准确，其他省份的账目虽然做得漂亮，但明显都有水分，唯独这账笔笔可查，严丝合缝，没有半点虚报和作伪的痕迹。知道是谁核的吗？儿臣不知。哈哈哈哈！户部张忠林默。哦，儿臣看过他的折子。整个户部现在都被郭侍郎的新规矩带着跑，唯独他把控的清吏司依然死守的守着大明律，得罪了不少人，但这账册确实无可挑剔。彪儿，你觉得林默这个人如何？谨慎本分，不贪不暗，是个难得的循吏。循吏确实是个循吏，但他就是太孤单了，无父无母，无妻无子。咱让亲军都尉府去查过他的底，他当年从江南来应天使上任，就只背着一个破包袱。这几年他一路升到了正五品的户部郎中，可他那日子过得连个要饭的都不如。此话何解？咱听说他一直租住在城南的破院子里，下雨天连屋顶都漏水，身边连个伺候扫地的人都没有，每天下衙就缩在那几间破屋子里，哪儿也不去。父皇是觉得他太过清苦，想要赏赐他。咱想给他赐个婚。赐婚？体恤臣子是君父的本分，但彪儿，你记住了，这世上越是这种无欲无求、油盐不进的人，就越难掌控。他死守着规矩，是因为他知道规矩能保命。这样的臣子不好吗？好啊，可一个人若是连半点牵挂都没有，他就没有真正的顾忌。真要是哪天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他大不了一死百了。有了家室，有了老婆孩子，他才会真正的惜命。他做起事来才会更加谨慎，更加不敢有半点二心。父皇说的是，那这赐婚的人选，父皇可有定夺？皇后前几天跟咱提过一个人，坤宁宫里有个女官叫苏婉宁，今年25了。这丫头无父无母，从小就被皇后接宫里养大，一直留在坤宁宫伺候，品性极为沉稳，知书达理，嘴也很严。
咱觉得配林锦之正好。父皇说的是，只不过林锦提比他大9岁，大点好，稳重。林锦之那种木头人，你就算配个活泼的小丫头，两人也过不到一块去。苏婉宁性子沉，守得住家业，更好能讲得住那根木头。就这么定了，再赏他一座宅子。城南那破院子，咱听说下雨还漏水。满朝文武，谁家里不是几进几出的大宅门？堂堂从5品郎中住成那样，不像话。儿臣遵旨。去办吧。去城南看看，找一座2进的宅子，不用太大，免得招摇，但也不能太寒酸，总得是个像样的官邸。真想看看那样一个抱着大明律和算盘过日子的怪胎，听见赐婚会是什么表情。婉宁，奴婢在。你今年多大了？回娘娘，奴婢今年25了。25了。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升了标了，那时候天天跟着皇上东奔西走，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现在这般安稳日子？别站着了，坐过来陪我说说话。奴婢不敢。我让你坐，你就坐。你在我身边待了13年了，从洪武元年你父亲战死在滁州，我看你可怜，把你接进宫，一转眼都长成大姑娘了。我不能耽误你一辈子。娘娘，奴婢不想出宫，奴婢想在宫里伺候您一辈子。傻孩子，你总不能一辈子待在这4面红墙里，这宫里看似富贵，实则步步惊心。你是个好孩子，我得给你寻个好归宿。全凭娘娘做主。皇上前几日跟我提了个人选，我替你应下了。那人名叫林默，字锦之，今年34岁，寒门出身，如今在户部当差，是个正5品的清吏司郎中。那是皇上盯得最紧、杀人最多的地方。空印案时，户部上下被抓走了一大半，午门外的血冲了3天都没冲干净。你是不是觉得户部是个凶险之地？奴婢不敢妄议朝政。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但这林默不一样，此人清廉自守，从不结党营私，是个可靠的人。空印案杀得那么惨，整个清吏司就他一个人干干净净地活了下来。他怎么不一样？皇上很看重他，不仅破格提拔了他，前几日还特意在城南给他赐了一座2进的宅子。赐宅赐婚不只是恩宠，皇上是要用一个家拴住他，而我就是那根绳索。娘娘，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听皇上说过，此人木讷老实守规矩。皇上还跟我慨叹说，满朝文武也就这个林锦之死死地守着朕的规矩。那他会不会很无趣？无趣？婉宁啊，无趣的人才安全。你在这宫里看了13年，那些舌灿兰花、八面玲珑的有趣之人，最后都是什么下场？我不用多说。娘娘说的是，圣旨过几日就会下，你准备准备。奴婢谢娘娘恩典。婉宁，你起来，我还有一句话要叮嘱你。娘娘请讲。嫁过去之后安分守己，不要过问他衙门里的事，不要去插手他在外面的决断。他能活到现在，靠的就是他那份死脑筋。你若是动了聪明心思，反而会害了他。守住自己的本分，才能守住这个家。奴婢记住了。户部郎中34岁，寒门出身，木讷老实，守规矩，不会吟诗作对，不会讨好奉迎，甚至可能连一句体贴的软话都不会说。但娘娘说的对，无趣的人安全。这门亲事是皇权给那块木头的一道枷锁，而我乐于成为这道枷锁的一部分。林兄，林兄，大喜，天大的喜事儿！什么喜？你要成亲啦！什么？成亲啊！皇上要给你赐婚。我刚才去通政司宋明乐，亲眼看到了一份内廷传出来的文书。皇上不仅要给你赐婚，还特意在城南赏了你一座2进的大宅子。你知道女方是谁吗？是坤宁宫的女官，马皇后身边的人。赐婚？女官？坤宁宫？宅子？
对的，对的，这是试探。皇上这是塞给我一个眼线。他是皇后身边养大的，我在家里放个屁，第二天早上都可能写在御案上。还有那座2进院子，要配丫鬟、小厮，人一多嘴就杂，这是把脖子伸进套索里。能拒绝吗？抗旨不遵，斩立决。虽然我没有9族，但砍我的头够了。林兄，你怎么了？你这怎么还在流冷汗？你不高兴？高兴。你这表情看着可一点都不像高兴啊，跟要上刑场似的。我非常高兴。你骗人！哪有人遇到这等天大的皇恩，脸白成这样的？我高兴的时候就是这样，血液全拱到心里去了，脸上自然就没有血色，这叫大喜过望。行吧，你高兴就好。内廷的文书既然已经到了通政司，估摸着明2天正式的赐婚圣旨就会下发到户部，你赶紧准备准备。这些烂账比娶老婆可爱1万倍。很快就要搬走了，搬进皇上赏的那座2进大宅子。坤宁国女官马皇后养大的人，会不会是锦衣卫的暗探？不至于，皇上想查我，派几个校尉在屋顶上趴着就是，或者直接把我抓进诏狱过一遍堂。可万一他自作聪明呢？万一他喜欢在家里妄议朝政，跑去跟别的官员家眷攀比拼谈，那就惨了。我以后连在自己家里都不能随便说话了。我本来在家也不说话，这几年除了账本，我回了家就像个哑巴。我要当新郎了。我不想当新郎，我只想狗命。不行，一闭眼就看见一个穿凤冠霞鬓的女人，拿着一本记满我言行的密折，微笑着朝我走来。今夜注定不眠啊！林兄，快开门，快让弟弟我开开眼界。我的亲娘哎，林兄，这宅子真不错，还有前后院。这甜水井胡同可是个好地段，离咱们户部衙门比你原来那个破院子近了1半的路程。皇上对你可是真上了心啊！这么大个宅院，你一个人住得过来吗？晚上睡觉连个说话的校动都没有，不觉得瘆得慌？院墙虽然高，但对锦衣卫来说依旧轻而易举。死角太多，晚上睡着得竖着一只耳朵。不是一个人了，12月就要成亲了。对，我忘了，皇上还给你赐了婚，是坤宁宫的女官，12月办喜事儿。林兄，这宅子虽然是现成的，但里面可是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啊！你总能让人家姑娘过门以后跟你睡硬木板床，大到拔步床，小到洗脸盆，全得花钱买，这可是一大笔开销。我没什么钱。你没钱？你在这跟谁哭穷呢？你现在是正5品的清吏司郎中，朝廷每月的俸禄可是实打实发到你手里的。再说了，你天天在饭堂吃糙米咸菜，你的钱呢？长翅膀飞了。俸禄都攒着呢。攒着干什么？你现在不花，难道留着带进棺材里？你赶紧拿出来去置办些像样的家具啊，不然女方陪嫁的装我送过来，连个放的地方都没有。万一哪天被革职了，还能撑几年？你能不能别总想最坏的现象？空印案那么多官员都掉了脑袋，唯独你连升数级，谁敢革你的职？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先把这宅子给填满了再说，行不行？想最坏的情况，才能活到最好。宅子带不走，银子能带走。等亲军都尉府来抄家，拔步床和红木桌椅都是替国库添置的，只有攥在手里的散碎银子，才是流放路上的活命钱。唉，行吧，服了你了，这事儿我帮你张罗。我至于被褥帐子那些针线活，我让我媳妇儿去扯几尺粗布，帮你缝几套，全当是我随的份子钱了。谢谢。你刚才说什么？我说谢谢。你居然会说谢谢？我跟你同在一个屋檐之下干了快3年了，从来都没从你嘴里听到过这2个字儿。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没有感情的判官。我本来就会。那你以前怎么不说？以前没什么需要谢的。行，你牛，算我多嘴，我这就去给你找那些破烂旧家具。洪武14年8月，距离大婚还有4个月。
新宅子、新老婆、新生活，不对，不是新生活。圣旨到，快截止！户部清吏司郎中林默接旨。臣林默接旨，吾皇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户部中中林默勤勉克慎，廉能有为，年逾30而未曾婚配，朕心悯之。昆宁至女官苏树婉宁，温婉贤淑，堪称良配。特赐婚2人，并赏城南宅邸1座，以彰体恤。钦此。臣谢陛下隆恩。林郎中，快请起！恭喜林大人，贺喜林大人！能讨得皇后娘娘身边的红人，林大人这可是修了8辈子的福气呀！公公言重了，全赖陛下与娘娘天恩。林郎中，陛下说了，大婚的日子内廷已经帮您核过了，就定在这个月的16。婚礼的仪制就按从五品京官的规制来办，该花的钱还是要花，别丢了朝廷的脸面，更别委屈了苏女官。五品京官规制，顾教夫请古乐摆酒席布置宅子，这得花多少银子？可我能说不吗？臣遵旨，定不负陛下厚望。这是内廷的一点心意，林大人收好。奴婢还要回宫复命，就不多留了。恭送公公。恭喜林大人，天大的喜事儿啊！林大人大婚之日，下官定要去讨杯喜酒喝。那城南的宅子可是个好地段，林大人真是好福气。是啊，林兄，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外面的人都在等着跟你道喜呢。林兄，你刚才跪在院子里听旨的时候，我可全看见了。你腿有没有抖？有一点。我就知道，那么大的阵仗，换谁都得激动的腿肚子转筋。那可是皇后娘娘身边的人，你小子算是抱上金大腿了。激动，那是吓的。什么半个月？12月16办事，还有半个月时间。家具昨天已经搬进新宅子了，虽然掉漆缺腿，但垫点砖头还能用。林锦之，那可是城西木材厂没人要的烂木头，你堂堂五品郎中，新婚之夜让新娘子睡那种破床，你就不怕人家嫌弃？能睡就行，被褥是你媳妇儿帮忙缝的粗布被子，也算有了。还缺什么？锅碗瓢盆，这是个大头。新宅子里连个生火的铁锅都没有，总不能天天在外面买着吃。碗筷还得买2套。大哥，你是在办婚事，皇上口谕说了不能太寒酸，你脑子里就只有那2口铁锅和几个破碗吗？喜服呢？轿夫呢？吹吹打打的乐班子呢？还有宴请同僚的酒席，这些你都不打算办了？我攒的是活命钱，现在要为了一场次婚大法砸出去。喜服去成衣铺子租2套，轿夫雇4个最便宜的，乐班子不用了，吵得慌。酒席更不用办了，我在户部没朋友，谁会来吃我酒席？你牛，你这就不是娶亲，你这是在完成任务。你这么抠，等苏女官过了门，我看你怎么跟人家交代。我不需要交代，这本来就是个任务，娶个老婆比合一整年的烂账还麻烦。林兄，你这婚办的连城南卖豆腐的王寡妇嫁女儿都不如。满户部的同僚乃至其他衙门的人送来的贺礼，你是一件都不收，全给退回去了，只收了皇上和皇后娘娘赐的2匹锦缎，你就不怕得罪人？无功不受禄，大婚收礼最容易被人做文章，退回去，得罪的只是人情，收下了，将来抄家的时候那都是罪证。林兄，这是我亲手刻的，不值钱的玩意儿，不收礼，这心意你总不能拒绝吧？这是鸳鸯。像就行。不像。你这人真不会讲话。果然是个木头人。看起来沉稳，应该不会惹事。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夫君，妾身有一事相告。请说。妾身在坤宁宫待了13年，这13年里，妾看惯了生死，也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妾嫁入林家，便是林家的人。妾绝不会过问你的公务，也绝不会和任何人议论朝政。妾只想好好活着。我准备了那么多说辞应付这个监控探头，他开口第一句，竟然是狗命宣言。我也是，我只想活着。那咱们就一起活着。既然目的一致，口说无凭，大明有大明律，林家也该有林家的规矩。咱们今日便立个章程：夫妻狗命铁律。想活下去，不能光靠嘴说。我简单说明一下：1. 不议朝政；2. 不接私客；3. 不存金银；4. 不留书信；5. 不在家说任何衙门里的事；6. 不在外说任何家里的事；7. 有人送礼，一律上交；8. 有人拉冷，一律装傻；9. 有人问起对方，一律说不知道；10. 万一出事，各自保命，不要管掉对方。各自保命。我在户部管着13省的钱粮核算，那里是随时可能炸开的火药空。若有一天我被锦衣卫带走，你立刻拿出这条规矩，证明你我早已划清界限，或许能保你一命。你就没想过，这深宫大院出来的牵扯也不少，你就不怕万一是我先出事，连累了你？那我尽量保你。这还差不多。万一出事，能保则保，保不了再各自保命。如此可算公平？可以。前院的门栓和窗户，妾身刚才已经查过3遍了，加上你刚才查的那一遍，一共是4遍。他不仅不觉得我有病，还在帮我加固防线。休息吧。好。你还会这个？妾身在坤宁宫管了10几年的文书，这比宫里的档案简单多了，帮你理一理，你找起来也快些。这老婆真是娶对人了。皇上想派个眼线，结果给我送来一个首席文书兼安保总监。我在户部吃了5年大食堂，糙米咸菜，连油星都看不见。为了不引人注目，硬生吃了5年。慢点儿。林兄，前几日休休，我去南街的布庄给家里扯布，远远瞧见嫂夫人了。你想说什么？我说林兄，你夫人真好看，虽然穿着打扮极为素净，但那举止做派，那端庄的气度，一看就不是咱们这种寻常人家能养出来的女子，真不愧是从坤宁宫出来的。陈简介，我不想让人注意我的家事。我说的是实话，你娶了个漂亮老婆，还不让人夸2句了？你这人真是毫无情趣。夸也不行，你就是太紧张了，整天跟防贼似的。嫂子买完东西直接就上了雇来的骡车回去了。嫂子一看就是沉稳的人，是个本分的贤内助，绝对不会在外面给你惹事儿的。你怎么知道？我看人准。你看人准？当我没说。林大人，您府上的家眷在2门外候着，说是给您送午饭来了。我的老天爷，林兄，你夫人亲自做的菜，这也太香了吧！比咱们饭堂里那猪都不吃的泔水强了1万倍。你每天在家吃这种好东西，难怪对饭局不屑一顾。以后别送了，户部重地，人多眼杂，规矩森严。你在家做你的事就好，我不习惯被人关心。你能不能别这么冷漠？嫂子大老远顶着冷风跑过来给你送口热乎饭，你就说这种伤人心的混账话？妾身记住了，郎君趁热吃。这副冷漠铠甲是把我从户部这个漩涡里推开。臭木头！林大人啊，林大人，你好狠的心呐！
林墨，林郎中，分我一口，不，半口。刘店主，微臣在。你看这几本江浙一带的赋税折子，往年这些地方的账目水分极大，今年这账做的未免太干净了些。这是户部哪位大人的手笔？回殿下，这账是户部清吏司统一核发的，主印的郎中名叫林默。林默，这不是父皇赐婚的林大人吗？这账做的这般严苛，地方上的官员没闹腾？殿下有所不知，这位林大人在户部可是个出了名的怪胎。这几年死在他手里的账册没有1000也有800，地方上的官员被他折腾得叫苦连天，但又拿他没办法，只能老老实实把账算清楚了再呈上来。大家都被他折磨怕了。去户部嫁接库，把林默自入朝以来历年经手的所有账册底本，全都给姑调过来，姑要好好看看。微臣遵旨。这人当真是不简单。殿下，微臣倒觉得这林郎中不过是个认死理的休牧罢了。若是真论起为官变通、斡旋各方的本事，他连个9品县令都不如。得罪了全天下的官，以后在这朝堂上，他还能走多远？刘典中，你只看到了他的死板，却没看到他这死板背后的东西。这天下按规矩办事的人多的是，但能在屠刀选井、金银铺地之下，整整10年如一日的坚持按规矩办事，雷打不动，这叫什么？这叫定力。一个能把枯燥繁琐的账目做到极致的人，必定是个心性坚韧如铁、极度自律的人。父皇说得对，大明朝不缺聪明人，只有自律的人才值得朝廷将国库的钥匙交托给他，因为他不会贪，也不会被任何人收买。改日，你拿姑的帖子，把这位林大人请到东宫来，姑要亲自见见这位大明的奇人。微臣遵命。郎君，这块地砖你昨日已经敲过3遍了，下面全是实心夯土，没有锦衣卫挖的暗道。昨日是昨日，今日是今日，防人之心不可无。谁知道宫在督造的时候，有没有在地下留出一条直通外面大街的管子？万一哪天半夜，有人顺着管子往咱们屋里吹迷魂香怎么办？昨日查过地砖后，妾身已经把所有的窗户缝都用蜡糊死了。就算有人吹迷魂香，也吹不进来。糊死了好，糊死了有安全感。第10条，家中若有访客，无论官职大小，一律只在倒座房会客，绝不许任何人进入正房半步。访客走后，座椅必须用清水擦拭，以防留下字条或物品。夫人，这大明朝的官太难当了，咱们家以后绝不能留外人吃饭，容易祸从口入。郎君放心，明日妾身就去买2条恶犬拴在倒座房门口，谁敢硬闯，就让狗咬他。甚好。